我们再说，你祖父若是不死的话，定能护住你们。你们祖父是个公正廉明的人。唉，祖父就是这么被人咒死的吧？人活得好好的呢，马上都要得道成仙了。虽说我祖父公正廉明，十分善良，但是却沉迷于得道成仙。我那坏祖母烦了我祖父，又害怕我祖父，于是摸准了祖父想要成仙的心思，和一个骗子老道搞在了一起。俩人忽悠我祖父去昆仑山上修仙，对外称我祖父死了。唉，我祖父沉迷修仙不再回来，这陆家岂不是成了我祖母的啦？老虎不在家，猴子当大王呀！苏锦轩他们的心跳得砰砰的。吃完晚饭，苏锦轩他们几人商量着：你祖父被骗，看来还是要请你祖父回来。娘亲，这件事我亲自去办吧，交给任何人都会不放心。也好，让公爹早日回来，也能治治这刁蛮的老太婆。大蝈蝈玩萝卜蹲，让你二哥哥带你蹲，大哥哥要出远门一趟。去哪儿？去趟昆仑山，听闻那边习武资源丰富。大哥哥去昆仑山干什么？哦，该不会是要效仿祖父得道成仙吧？唉，保不齐啊，保不齐！大哥哥身体里也流着陆家的血呀！大蝈蝈，你答应我，不要做傻事。好。不要当神仙。好。在小奶豆担忧的小眼神下，行止走得颤颤巍巍的。这日，小奶豆在苏家吃饭，回来便瞅着二舅舅愁眉苦脸的。坏姑姑和渣爹先下手为强了呀！过了1年，好多老的掉渣的老臣都退了一批了，空了好多位置。路飞儿安插在各个大臣身边的韩族女，都撺掇着他们搞掉苏家的同僚和忠臣，想上位呀！这要是让韩族推举的人上去了，好家伙，大硕王国那可是迟早的事儿啊！这些朝臣表面人品正直，实则十分卑劣，但让人来气的是，十分会隐藏自己，很能言善道的。若他们真能拧成一股绳，怕是不好对付啊！哎呀，这还不简单，让他们自我贬低，推举咱们自己人不就得啦？这事儿简单，但是我不爱干，干了有啥好处啊？唉，若是能解决此事，不管是苏家，还是那些被提拔的朝臣，还是皇上，都会送上奇珍异宝，各色美食。我超厉害，这下只能我啦！大硕没我得完。皇上得了这消息，嘴上不说啥，心里乐开了花。有这么个大宝贝帮他筛选奸臣，祖坟冒青烟了哇！听说你知道我的秘密，哼，一个小屁孩儿也敢威胁我？你家大人不知道怎么教你，我来教教你。你不许做太仆寺卿，你举荐王阳做太仆寺卿。张放站起来，笑得前仰后合的。你吃哈哈屁了？滚出去，不然揍你！我知道你为啥喜欢做太仆。为啥呀？嘿嘿，因为你喜欢和马酱酱尿尿，你喜欢闻马的屁股，你瞧。你闭嘴，闭嘴！我了个爹，我了个娘，我了个坟里祖师爷呀！我有皇城晚报，呵呵，要我帮你宣传吗？你的马养在喽。我错了，我给你跪了，这太仆寺卿我不当了不行吗？说好了，
拉勾勾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曹大人正在沐浴呢，瞅着管家递上来的纸条，不屑一顾，让小奶豆在外头等着。至于等多久，哼，等他洗爽了再说。哼，你再不出来，我就让大家欣赏你啦。我沐浴时，看谁敢进来。小奶豆吧嗒吧嗒上前，小手对着门一推，连门带窗的推了个稀巴烂。我干！你要不要跟我玩？你个小丫头片子，给我等着！在屏风的遮挡下，曹大人赖赖巴巴地穿好了衣裳。小东西，人不大点儿，劲儿倒是不小。赔钱。我找你有事，你不许当兵不上树。又是我敌手想让我下台，我呸！这是没招了，找了个乳臭未干的奶娃娃，还不够丢人现眼的呢。这兵部尚书，我是非当不可了。你是太监哦，太监素不能当朝臣。啊！你小时候喜欢当女的，就自己割掉了。求你了，呼呼，皇上要是知道太监当了，给你刻一个，你也不用赔我钱了，我给你钱，行吗？那兵部不当了，爱他娘的谁当谁当。哇，大意了，大意了。红色的地毯从头铺到尾，红毯两边站的都是丫鬟，丫鬟手里端着各色的美食，什么酱肘子、卤羊蹄、烤羊排、肉丸子。呱呱小姐要是不着急回去的话，就吃了晚饭再回，有什么事咱慢慢说，不着急。院里还有小孩玩的蹴鞠、秋千、滑梯，还有可爱的小猫猫、小狗狗让你摸，还有……别有了，再有他又忍不住了。呱呱小姐，咱要以和为贵是吧？闹得那么僵，对谁都没有好处是吧？乖乖回家，这些都是你的。冯大爷，我劝你冷静点儿，不当太师还能活命。一个小丫头片子还学会威胁人了。大说杀人可是犯法的，再者一个小胳膊小腿的还想杀人呢？这怕是还没刀高吧？我知道你的秘密哦。哦，是吗？你喜欢往菊花里塞泥鳅哦。我没有。你有没有觉得菊花刺呢？肚子疼，大肠疼，小肠疼，心肝脾肺肾疼。我肠子好像疼，我菊花疼，这疼死我了！怎么回事？泥鳅在吃饭，在吃你的肠子，你的肝。救命啊！我只是为了一时爽，不想进火葬场啊！这要是把我肠子啃没了，我还有个活吗？小神女，小祖宗，小大王，饶命啊！救命啊！你让我干啥我干啥。小奶豆叹气，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。从兜兜里掏出一颗瞪眼丸，一刻钟后，冯大人躲在茅房里啊。快了快了，看见头啦，使劲儿啊！呱呱小姐，敢问我们大人在干什么吗？在生泥鳅。天下红雨，大人生娃呀。第二天早上，哦不，小奶豆睡到大中午。我太勤快啦，今日在午饭前醒的。吃完午饭，小奶豆背着小挎包要出门。呱呱不用去了。啊？为啥？我还有几家没跑完呢。剩下的那几家都放弃竞选了，而且推举了我们的人。他们还怪好的嘞。那
我先补个回笼觉。朝堂上，臣不配做兵部尚书，举荐大人。臣没有能力做太师，举荐大人。臣附议。臣也附议。臣附议加10086。陆明轩心跳加速，耳鸣罗开，头晕目眩，直挺挺地晕倒在了地上。会啊，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绝对不来上朝。儿啊，你为什么晕倒了？明轩，是不是有好消息传来？陆菲儿，你们韩族都是废物啊！把事儿说了，陆菲儿也晕了过去。这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。陆家人也听了些风声，知道是陆呱呱这小邪祟捣的鬼。我之前看过一个画本子，上写着笔仙非常厉害，只要能障碍笔仙，便可以拜托笔仙弄死那个小贱人。又是一个可以作奸犯科的月圆之夜。林云凤、陆明轩、陆菲儿还有陆松风4人坐在一个圆桌上。笔仙，你是否能帮我们办事？笔仙只道是。笔仙，你帮我们杀了陆呱呱，我们愿意年年供养你，你是否愿意？笔仙再次知道了是。他们把陆呱呱的房间位置告诉了笔仙。我是笔仙，今夜便要来索你的命。笔仙，你会算数吗？不会。你会写字吗？不会。你什么都不会，也好意思当笔仙？被嫌弃的笔仙蹭蹭冒火，打算直接灭了这小玩意儿。才凑上去，金光打在笔仙身上，刺得他撕心裂肺的嗷嗷叫唤。小奶豆用枕头捂住耳朵。吵人睡觉，天打雷劈。才说完，只听轰隆一声，一道雷劈下，砸在笔仙身上。死了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夫人，呱呱福宝要节哀呀。谁说？苏锦轩还没说话呢，奶豆子顶着呆毛和黑眼圈拍拍陆菲儿的肩。陆菲儿吓得啊啊尖叫，飞奔着跑了出来。总有刁民想害瓜，就是他们招来了笔仙，幸亏我厉害，吓跑了笔仙。今儿个我们云凤收到了京城私塾的拜帖，这说明云凤天资过人。呱呱呀，你难道没收到吗？也是，你的爱好除了吃就是睡，夫子怎会给你拜帖？看我们云凤厉害！厉害！厉害！你是电，你是光，苍天！早知道坏祖母是为了显摆这事，我就不来了。这提心吊胆的饭，不吃也罢。小奶豆夹着小腿嗖嗖回了屋。呱呱，站住！娘，我快了。拿来。什么？拜帖。连云凤都有拜帖，你不可能没有。娘亲，我没有啊。哎，寿包呢？我刚给他护的大鸡腿、大骨头，他不在。既然不在，那我便给别。寿包噌的从床底下跑了出来，嘴上爪子上还残留着拜帖的碎纸沫沫。寿包，你不乖，淘气，怎么呢？要坏我的拜帖呢？我那么热爱学习。娘亲，拜帖没了，今年就不去了，我没关系的。原来我们呱呱这么爱学习啊！没事儿，别发愁，娘明儿个再去求一份。夫子若是知道你这般爱学习，一定很欣慰。娘，不要啊！我了个豆，我了个奶呀！我的好日子要没了。
今日我们不学知识，学自救的本领。过年这段时日，有许多小孩子被拍花子一块糖就骗走了，再也回不来家了。你们觉得这样对吗？我回答。好积极的小学童，你来回答吧。不对。那你觉得怎样才对呢？给我糖，不走，给我金子，说走咱就走啊，你有我有这都有啊。给金子也不能走，给什么都不能走。不走就不走。原来给他金子就可以拐走他，真是蠢货。终于下学了，呱呱挎着小背包通往回家的路上。谁家做饭了？这么香！哎，炒肉丝、红焖鸭、焖肘子，好香，好香！跟狗子似的变了路线。大皇子呱呱，我请你吃饭，可否帮个忙？呱呱，给大皇子参谋参谋，选个合你眼缘的皇子妃。见过皇上，大皇子，臣女陈小兰。大皇子该不会要选他吧？哎呀，他的胸是假的，用大泥巴糊上的。为了当皇子妃，真的是拼了。大皇子一摆手，不要。第二个来了，长得倒是清秀英气，就是有些怪怪的。知道了。知道什么了？哎呀，这叫孙小花是个男的，他们是一对双胞胎兄妹。妹妹孙小花怕被选中，不乐意嫁给大皇子，便让哥哥孙大华男扮女装顶替了。这操作太狠了，大皇子一表人才的，有那么讨人嫌吗？哦，这孙小花有相好的了，胆儿真大，明知来选皇子妃，还跑去和相好的幽会，太不把皇族当回事了。皇上的脸都黑了，对着太监耳语一番。只见太监两步跨了上去，照着孙小花的胸来了个小擒拿手，把2个苹果薅了下来。好大的胆子，这可是欺君欺皇族之罪呀！孙家人通通严惩，把这不男不女的东西给朕丢出去。哦哟，不愧是皇族啊，暗卫的消息就是灵通，这么快就给戳穿了。唉，可惜呀，我还想看看大皇子选个男人怎么当皇妃呢。嘿嘿嘿。一个接一个的女子上来，小奶豆嘟嘟不停。这位李小姐是个娘宝女，看什么肚都告诉娘。啊，这个王小姐有狐臭，冬天还行，到了夏天可臭了。要是大皇子娶了她，我可得离她远些。张小姐喜欢吃狗屎。一圈下来，大皇子脑瓜子嗡嗡的，没一个正常的。忽听阵阵呼了声，循声看去，只见小奶豆歪头睡了个昏天暗地。选妃啦，选的谁呀？有狐臭的，还是喜欢吃狗屎的？小小的人儿，操的心倒是挺多的。谁也没选，大皇子都不太满意。哦，大皇子眼光高。哪是眼光高啊，明明是听了你的心声不敢选了。颜之在门口窸窸窣窣的，一个劲儿地朝苏锦轩使眼色。小奶豆嗅出了不同寻常的感觉，拍拍肉包。什么？长公主相中我小哥了？点名让我小哥当驸马？这破天的屁狗屎！小哥哥可不能娶嫁长公主啊！长公主可是……一个喷嚏打断了小奶豆的心声。唉，胭脂，长公主的銮驾后日便到了，你先进。
我们随机应变，说是拒谏，便是抗旨，怕是会受到惩戒。我知道了，母亲。都是这祸人的容貌，要不我毁了我这张脸。没有。长公主不但贪小哥哥的脸，还贪小哥哥的身子，小哥哥要掉入火坑了。妹妹，你这么高兴真的好吗？长公主优雅地朝椅子上坐下去，只听扑通一声，长公主一屁股坐空了椅子，摔了个大屁墩儿。糟糕，听闻长公主性情暴躁，我的呱呱怎么办？早就知道这没规矩的小贱丫头早晚惹事。长公主可是出了名的臭脾气，喜欢打小孩，借长公主的手弄死陆呱呱也是个大喜事。哪来的狗崽子，敢对本宫放肆！来人，把他给本宫！你不敢打我！笑话，本宫可是公主，本宫不但要打你，还要纳了你小哥，让你小哥做本公主的牛马。听闻长公主有特殊的爱好，无名休矣啊！他们兄妹不懂规矩，长公主尽管处置，我们陆家绝不求情。求不求情跟本公主何干？本公主跟你们很熟吗？来人！才扯嗓子吼了一声，陆呱呱飞快地在他耳边嘀咕了句什么。如此隐秘之事，他是怎么知道的？长公主的侍卫才冲上来要拿人。退下！孩子那么小，那么可爱，要是吓坏了怎么办？这长公主的风向变得也太快了。陆夫人是吧？可否借个僻静之所，让我和你女儿单独聊聊？娘亲不怕。你是怎么知道本公主是男子的？天机不能漏。我知道，你从小不受宠，和娘在一起，你就喜欢当女子啦。你学女子蹲着尿尿，你还用猪肉做胸窝。别说了，你说本公主不敢动你，我皇兄会惩戒我。对啊，不信你试试啊，试试就试试。长公主信不着别人，坚信只有死人才能保守住秘密。她不信邪，想试试，蓄势待发的，双手朝呱呱推去。呱呱朝后仰去，盯着长公主，下一刻咧开嘴，呲着牙开始哭。不是，等等，你哭的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？我他娘的还没碰着你呢！长公主这么欺负一个孩子，真的好吗？瞅着娘，眼泪更多了，倔地往外走。哎，呱呱，你干什么去啊？进宫告御状。小丫头片子，皇兄向着你，本公主倒立吃屎。已经下了朝的皇上正跟几个新上任的大臣商讨事宜呢，忽听殿外传来孟姜女哭长城的悲惨声音。谁这般没规矩，在外哭嚎，晦气至极，定惩他几板。是呱呱姑娘。嗝几板银子。不等呱呱进来呢，军司化先抢先一步冲了上来，来了个恶人先告状。皇兄，有人折辱皇妹，欺负皇妹。谁这么大的胆子，敢欺负你？你说，朕必定严惩不贷。死话！你多年未归，一回来就惹祸，挺大的人，谁准你欺负孩子的？道歉，不然朕对你严惩不贷。又颠颠的跑到呱呱面前，又是哄又是安慰的。皇上伯伯，当马让你骑好不好？国库新进了许多宝贝，你去挑。还有，朕又挖了几个新厨子。皇兄何时喜欢当马了？皇兄最宝贝他的库房，苍蝇路过都得留下半条命啊！现在怎的恨不得拱手送人？长公主耳朵嗡鸣，
好似得罪了人。一连几日长公主都未露面，陆家人决定让陆松风前去打听打听。长公主，我弟弟为您寻的下一任驸马不满意吗？这颜之品相很好，当初感觉烧得慌。朝着对面看去，小奶豆正捧着袋奶缩得来劲儿呢。胡言乱语！颜之公子兰之玉树，本公主怎能配得上？再说这等放肆之言，便要挨板子了。滚下去！啊！当初说好，弟弟星河给他介绍林颜之当驸马，让他虐完，然后长公主想法子把陆星河救出来。难道计划要失败了吗？陆松风走后，小祖宗，我做的棒不棒？给了他们一个大逼兜。看我表现这么好的份上，能帮我保守秘密吗？你帮我干嘛？我帮你保秘密，然后我还可以让你做真的公主哦。小祖宗，用金器砸死我吧，砸出内伤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几日后，长公主带着聘礼来到了陆家。发达了，发达了！陆老夫人他们忍不住想要摸。哼，这是本公主驸马生母的，你们哪来的勇气舔着脸呢？我的，小哥的就是我的，我的还是我的，不放这边。小奶豆早就嘱咐他了，要放在皇上给他找的地方。小祖宗，我特意搬过来帮你显摆一圈，让陆家人看得见摸不着，气死他们。你人还怪好的嘞。总算把颜之这扫把星扫地出门了。长公主蠢，皇上还宠着。待我儿星河回来之后，让长公主美言几句，我儿不但能回陆家，还能考状元呢。哼，原来长公主喜欢欲擒故纵，那日的巴掌没摆。5日后，本公主前来迎娶驸马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那我应该在哪儿？你不是应该在长公主的喜轿里吗？颜之笑笑不说话。小哥，爸，我要看热闹。颜之干脆蹲下，让幼崽骑在自己脖梗梗上。新郎驸马是冒牌小哥哥。怎么回事？星儿为何会变成驸马？弄错了，弄错了！长公主，你要纳的驸马是颜之啊，怎么会是星儿？睁大你的狗眼，仔细看看。路菲尔看去，婚书上全是陆家人按的手印，而下边的名字赫然变成了陆星河。长公主，是我们糊涂了。那长公主前些日子送来的聘礼，是不是该归还给我们？现在还在苏景轩那里。听闻陆星河是苏景轩从小养到大的。是。大说律法和习俗讲究生恩不及养恩，那些聘礼给苏景轩，难道不对？爹娘姑姑祖母，救救我呀！你们的计划为何失败了？我以为我被长公主接出来是要回家，没想到是当驸马。长公主变态啊！你们看看。卷起袖子，身上都是鞭子痕迹，还有滴蜡油的痕迹。为什么受虐待的是星河，怎么不是颜之呢？长公主进来的瞬间，陆星河赶忙闭上了嘴。长公主，你夫君告状了！啾啾啾！长公主，我没有，我不敢。长公主给了他一个你等着的眼神。陆家人陪着笑脸，总算把瘟神长公主送走了。今日我心神不宁，要去万恩寺小住，但需要陆家的子孙作陪。我用陆家子孙同我的八字合了合，唯有颜之的八字跟我合，所以颜之同我去万恩寺小住。是我不能陪祖母去，明年我要考试，若是去了便不能。你说不去就不去，告诉你，陆家我说的算。
你再说一遍，陆家是谁说的算？老爷，他咋回来了？不是把他忽悠到昆仑山修仙去了吗？前几日昆仑大师还来信说他已经蠢得没救了。嚯，大哥哥真厉害，竟然把坏祖母的克星祖父给找回来了。哎呀呀，祖父看起来好老啊，不是说修仙的人显年轻吗？咦，祖父像老黄瓜。谁在说话？祖父啊。找着了，方才那声就是从他嘴里听到的，可我这孙女儿方才也没说话呀。祖父总盯着我看干什么？好怕怕。早就听闻我等修仙之人会有不同于常人的能力，莫非我开启了听人心声的能力？看来我这孙女也随了我了，不然怎么会这么厉害？陆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败家的玩意儿？去寺庙自己不会去，非要孙子陪你去，不学习不考试了，你个臭不要脸的！我也是看我们八字合，和这个孙子性子合得来，才让颜之陪我去的。我屁！什么八字合性子合？坏祖母讨厌我小哥哥，故意让我小哥哥耽误考试，坏死了！我祖父看着那么睿智英明，该不会信了坏祖母的话吧？合？哪儿合？八字拿来。你和你祖母性子合吗？我和祖母都从未单独相处过。你这老太婆倒是挺爱撒谎。陆老爷子撩袖坐下，忍不住朝呱呱伸出手。切，我是可以随便抱的吗？连个见面礼都没有。祖父浑身上下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。唉，还是别妄想给我金子了。没想到孙女喜欢金子，一会儿就去打一套。你给我回房闭门思过，没我的允许不准出来。老爷，看在我给你介绍昆仑大师的份上，能不能饶我一命啊？祖父这么蠢，还能修仙？坏祖母给你介绍的昆仑大师可是个街头大骗子，以前还干过叔叔先生呢，能把死的说成活的。可怜我祖父被人当傻子骗，还被戴了一顶好大的绿帽子哇！破锣嗓子事成天搅起来没完了。这些年我为了这个恩情，把积蓄都花在你们身上了，你们还想怎样？祖父真是蠢中豪杰呀，竟把积蓄养了。小奶豆打了个哈欠。抱抱，叫叫。呱呱呀，这是祖父用金子给你打造的宝贝，好看吗？喜欢吗？那么小。呱呱呀，祖父这些年修仙孝敬大师什么的，手头的银子不多了。看着祖父殷切的期盼的小眼神儿，奶豆子勉为其难的收下了。外祖父，我是你外孙女云凤。知道了，出去吧。外祖父，云凤知道你在找一个人，云凤知道这个人在哪儿啊？我要找谁？昆仑大师。嚯，小老鼠难道认识大骗子？什么大骗子？你偷听我们说话。我的物，我没偷听。你出去。竹灵带着人进来，把林云凤拽了出去。笨蛋祖父真笨蛋。笨蛋该不会被传染吧？前些日子还说他的聪明遗传了我呢。让小老鼠找去吧。
也让笨蛋祖父看看骗子大师。大师是骗子？大师才不是骗子，大师嘎嘎的好。祖母，这不是昆仑大师吗？来我家做客可是我的荣幸啊。祖母，这是我请来的，难道这死老太婆想抢我功劳？知道，大人的事你个小毛孩子少管，大师怎能在后院？实在是招待不周，快跟我来。不能被这死老太婆抢了功。祖父，是呲瓜。哎，我刚吃了大半个西瓜，满肚子水，吃不下了。不是这个瓜，是那个瓜呀，保证祖父吃的直打嗝。吃瓜路上偶遇林云凤。祖父，跟我走。哦吼，小老鼠还想半路劫道，我不敢。拿起小石子丢过去，小老鼠捂着脑袋倒下来。祖父快跑！小奶豆是个合格的吃瓜群众，为了吃瓜还特意找了个梯子闯在墙上。我乃修仙之人，怎能爬梯子？简直有辱斯文，有辱！晃着脑袋，见小孙女跟个猴似的蹭蹭爬了上去。仙人也是要吃瓜的。我的小坤坤，我给你去了那么多信，你都不理我，是不外面有别的狗了？我的小兰兰，我也想找你呀，可赌场那群王八羔子追着我不放啊！我这段日子四处躲他们呢。小兰兰，给我点银子呗，我都没钱吃饭种树了。又要？咱一起骗我那糟老头子的银子都快没了。陆老爷子的耳朵嗡嗡的。糟老头子是我？祖父，跳下去打我，帮你。陆老爷子泪两行，胳肢窝夹起小孙女下去了。我得吃点大师给我的仙丹缓缓。你吃屎啊！哈哈，孙女儿，你真会开玩笑。陆老爷子吧，忽然一股臭味直顶天灵盖，低头一瞅，肉包挤了几菊花，拉了一泡屎。他什么意思？喜欢吃屎，新鲜热乎的，请你吃，别客气。陆老爷子闷着往前走。祖父啊，你被绿了，打他们！昆仑大师是仙人，还是我师傅，待我怪辛苦的，绿就绿吧。他骗子！真的吗？我不信。我祖父是不是姓鲁？为让祖父清醒，小奶豆想出了个法子。谁家小孩走错地儿了吧？走开！我进赌场，我有钱。奶豆子拍拍荷包袋，里头发出几个铜板碰撞的声音。小穷鬼，赶紧走！哼，一会儿闪瞎你的眼。2刻钟后，小奶豆头上戴满了金头饰，脖子上戴着金狗链，手上脚上戴着金链子，一整个金光闪闪，写着人傻钱多速来。看门的瞪大眼珠子。进吧。谁是你们的老大？我找你们老大。是，把他叫来，我把金子给他。正喝茶的赌场老大双脚悬空，就这么被抬了过来，金子也被一抢而空。你个小屁孩，你找我干什么？我是大师，算出骗你赌债的人藏在哪儿了。跟个街溜子乞丐头子似的四处溜达，哪有一点陆家小姐的样子。祖母啊，你被坏人控制啦，仔仔帮你。什么被坏人控制？我用得着你个小乞丐帮？老爷，
老夫人，有人来闹事了。人呢？昆仑那个骗子呢？交出来！什么昆仑大师？我半个字都听不懂，给我出去！祖母啊，你被绑架了，你就眨眨眼。你个小瘪三，少跟我说话！孺子不可教也。您是不是弄错了？我们家怎么会有大师骗子？骗子？该不会是陆呱呱吧？这家没我得玩，我带你去。小奶豆拍拍屁股，直奔陆老夫人的房间。敢诬赖我藏人，你个小杂碎，看我怎么揍你！跟我来。奶豆子招招手，跑到陆老夫人洗澡的隔间。我的骚兰兰，咱俩来个阴阳戏。你吧，你个狗东西，敢用你那三脚猫的骗术骗我们赌场的钱，今儿个要是不把钱吐出来，剁了你的鸟！救命啊，兰兰！我老成这样，勾搭他也不能上钩啊！徒儿救命啊！只要你帮我解决了这件事，明日不，今日我便让你成仙。小奶豆朝赌场老大挤糊眼睛。大师修仙，还敢忽悠人！再不说话，现在让你当太监。我说，我不是什么大师，我是骗子。那你为何住在昆仑山？昆仑山大自然，做足不花钱啊。那你教我的修仙咒语？买本小人书编的。那你给我的修仙仙丹？是爸爸。陆老爷子嘎的抽了过去。赌场老大把连哭带嚎的人带走了。是你害我被耍，是你害我吃屎，我打死你！自己蠢还怪我头上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俩人打了个昏天暗地的。祖母坨大，祖父会不会吃亏？祖父会休了祖母吗？大早上，奶豆子见傻祖父坏祖母并排坐着，就知道休祖母没戏了。一切要以家族荣誉为主。松风行之言之，明儿个就要考试了，这时候家若散了，让外人看笑话。啊，祖父脑子真奇怪，被戴绿帽就不怕被人看笑话？河狸怕什么笑话？大家知道了，嘿，祖父一定不知道绿帽的威力。小孩，你买什么？我要用这个色儿的布做个漂亮的帽子送给我祖父。帽子做好，给了钱。奶豆子把绿帽子戴在肉包脑袋上。绿帽不是给肉包的，是给我祖父的。我祖父陆大全，我祖母跟别人睡觉了，我祖父被绿了。我上街给祖父买绿帽嘛，我是最孝顺的崽崽。他捧着帽子回了陆家，亲自戴在了陆老爷子的脑袋上。好看，适合祖父。哎呦，我心脏疼。祖父别激动，我给祖父准备了惊喜。王大胖贺老爷子魂归故，归家，特送贺礼。周大全贺老爷子迷途知返，特送贺礼，绿帽一顶。张大树贺，走，你们走，我不认识你们，我不跟你们玩了。小奶豆原想等着祖父休了坏祖母，可等来的却是老爷要绝食，可怎么办呀？坏祖母就是想饿死祖父，饿死了祖父，陆家就是坏祖母的了。不能让坏祖母得逞，吃饭了。饿死我算了，我没脸出门了呀，全京城都叫我陆绿帽。那就休了祖母啊。
可是孩子们……小土豆抬屁股就跑。陆老爷子嘀咕了半天，发现没人搭理他，悄悄推开门，从门缝扒眼看没人在。饿的眼珠子都成年轮了，偷吃一块不会有人发现的。飞快地打开食盒，一看傻眼了。你吃菜，你吃蒜，治痔疮；你吃辣椒，治上火；你刺鸡头，补脑袋。俩人砸来砸去，一碗打卤面泼在了鼓起勇气打算进来吃饭的陆老爷子脑袋上。放肆，没规矩的东西！禁足，这段时间别让我看见你。林云凤更恨小土豆了，明明一起丢的菜，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受惩罚？小老鼠的惩罚就是最好的催眠剂。呱呱睡了个昏天暗地，早上是被急促的敲钟声震醒的。呱呱怎么的了？是不是做噩梦了？良妻，皇上伯伯死了，我得去奔丧啊！小祖宗，可不能乱说话，咋能咒皇上死啊？那不是丧钟？不是，听说是朝廷出事了。皇上，雪太大太厚太急，才压塌了房子和桥啊！那雪还没他脸皮厚呢，还没有他尿急呢，还没有他脑大呢，怎么那么能撒谎呢？看来这事有猫腻，亏了把呱呱叫来了。皇上，您看看微臣的嘴呀，都起了燎泡了呀！臣也是，臣都上火了。起泡是怕皇上发现房子和桥坍塌的真相，毕竟你们是豆腐渣工程嘛。皇上给你们的银子没花在正地方，买的建房子的东西都是最差的，不塌才有鬼呢，还想怪雪身上。皇上坐不住了。皇上，当务之急是让朝臣百姓们捐款呐。自己犯了错还想让别人擦屁股啊，真不要脸！朕是不会听你们一面之词的，先带下去，关起来。查清了事，让家属带着家产来赎人。家属又不知道密下的银子在哪，我倒是知道，但是我才不想多管闲事呢。通知下去，谁知道这几个老东西的猫腻，朕便重重的赏谁。我知道钱藏在哪。那你告诉朕，朕跟你3七分啊！天黑了，我要回家了。4、6分。不是钱的事儿。抠门皇上，帮你找钱，还让我拿少的那头，亏死你国库算了。你6，朕4。哎呀，都说了不是钱的事儿。你非要给我，咱不接着，没礼貌。天还早，咱再待会儿吧。皇上的嘴直抽抽，好个得了便宜又卖乖的人类幼崽。有小奶豆在，皇上精准地找出参与豆腐渣工程的商人、证人，又精准地搜出他们窝藏的银子。拿了大把银子的小奶豆乐得见牙不见眼的。呱呱也在呀，这不巧了，我正找你呢。你不要过来哇！我的书本被肉爆撕了，你找他算账。我病了，现在上不了课。我看起来很傻，很好骗。皇上，冬雪将化，春天将来，每逢春季，宫中都会让上皇塾的学童出去郊游。郊游？听了这词儿，小奶豆往前挪一步。咱们这一次去的地方，风和日丽，山清水秀，乃是美食圣地呀。小奶豆又挪了一步。这是此次去郊游的皇子、公主及世家孩子的名册，皇上看看是否有遗漏之人。
把我漏了。哦，可是只有在学堂上学的才能去郊游啊。呱呱不是不想上学吗？呱呱不是病了吗？那还是好好的养病吧。我想上学，我爱上学，我没病，我抓的。那你要把《三字经》抄写一遍才能去。小奶豆垮着脸出了宫。今晚我不睡了，都不要打扰我写字。难得呱呱这般努力。准备好牛乳、糕点，再来些肉粥。小奶豆的蜡烛燃了一夜。出来郊游这么开心呢？郊游开心，嘻嘻，更开心的是我们遇到坏人啦。哪有坏人？坏人在哪？还有，呱呱他没事吧？有坏人不是应该哭吗？他怎么笑得这么开心？一车的小猪羔子兴奋得直咧咧，压根没感觉到地壳在变化。徐氏大人，营帐搭好了，让孩子们住进来吧。好。大学士一回头，我的个天哪，那么大一个马车呢！我只是想出来郊游，不想被灭九族啊！快找！我咋就不信邪了呢？马车和人就能莫名其妙的不见了。爹，走丢了！别哭了，我保护你们，我带你们出去。八皇子强忍着泪儿，也知道妹妹的厉害，跟着一起给他们洗脑。呱呱娘亲，呱呱爹爹，史上最小爹。恰时，从远处传来野人般了了了的声音。是野猪吗？一定是，我娘说野猪拱人可疼啦。我爹说野猪抓起小孩的鼻子，我的鼻子要掉了呀！你们是凡间的恶人，因为存了共业，所以上天把你们送到我们山水村，接受我们的惩罚，把这群小东西拖走。等一下，我是他们的老大，我带他们走，我们自己走。很像，就是这小孩。听说这小孩子整日牵着个大猫溜，也没看见大猫啊。说不准没带。算你识相，听话些，还能少吃点苦头。妹妹，你让我坚强，在外人面前别丢人。现在都是自己人了，我可以不坚强了吗？你开始哭吧。大弟，你再哭，那帮坏人先把你抓走。八皇子打了个哭嗝。呱呱，现在怎么办？先睡觉啊，他们明天才会找我们。呱呱的话好像有魔力，豆丁们躺了一排。孙老大，人带来了，一共7个小孩，该怎么处理？那边说了，这次搞来的人一个都不留。这样吧，女孩还按以前的方式处理，处理之后送给我们的小神女。至于男孩，给咱们改善伙食啊。妹妹，改善伙食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就是把你们吃了。八皇子吓得直抖。等一下，你事儿挺多。你们是寒族的人，对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是你们寒族的寒神。不可能！你个小兔崽子，敢冒充寒神，我宰了你！我知道你们把寒神供在了西北方的院子里，院子里呢挂了好多好多的灯笼，那些灯笼很漂亮，但是你们没有听到这些灯笼经常哭泣吗？他们说好疼呀。什么哭什么疼？
你胡说什么？懂装不懂不是好孩子哦。你们剥了好多好多姐姐的皮，用她们的皮做人皮灯笼，对不对呀？还有你们穿的衣裳，也是扒了好多小动物的皮呀，它们好疼呀，在叫呢。你到底是谁？我都说了呀，我是你们的寒神，你是他们的老大，但是也不能睡他们的席。胡说，闭嘴！哼，寒族没有完蛋前，你啥也不是。寒族完蛋了，你因为会忽悠，把人聚在一起，你当老大。但是，嘿，如果他们知道你偷偷睡他们的媳妇，他们会听你话吗？至于你是不是寒神，我需要确认一下。跟我来。孙老大，他如果不是寒神，就宰了他。对。孙老大拿出寒族的四瓣玉，听闻四瓣玉能够合在一起，就说明这是寒族的神。证明给我们看。母妃，我出来前跟你吵架了，好想母妃。奶豆子接过玉佩，在小手心里晃了晃，往地上一丢，四瓣玉合在了一起。拜见寒神。小寒神，哎呀，是我们搞错了，我给你们赔罪。这样吧，我带你们回我家，让我媳妇安排你们。为什么把他们关起来？这群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贱货们，让他们给我们村儿的男人生孩子，那是他们的福气。可他们不但不珍惜，竟然想着逃跑，还咬伤了他们，真是欠揍。听说你是我们的寒神，那劝劝他们听话一些，还能少吃些苦头。那你出去。女子转身离开。姐姐们不要怕哦，我叫呱呱，我是天上的神仙派来救你们的，你们想出去吗？想，可是我们出不去。我们试着逃，可是到了村口又莫名其妙的回来，这太可怕了。小神仙，我已经生了10多个孩子了，那些畜生告诉我，我以后要是生不出来了，就把我做成人皮灯笼。呱呱，你看，他的手和脚呢？不听话被砍的。他呀，就是个大犟种，对男人又是掐又是踹的。看他不听话，只好砍了他的腿脚。不过砍了就砍了吧，反正只要能生孩子就行。他要是像我一样，漂亮又听话，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？早就被男人宠上天了，没福气啊！这样的福气给你，要不要？你个死丫头片子！刚才你们说的话我可全听见了啊！你竟然不知好歹的想放他们走！你喜欢这里，不喜欢回城里？城里有什么好的？莺莺燕燕那么多，我呀，可是这个村里最漂亮、最年轻、最会撒娇的女子，只要勾勾手指啊，那些老少爷们儿都会被我迷得神魂颠倒的。我在这儿吃香的喝辣的，还说的算，我才不回去呢。哎呀，像这种人就是蠢，真以为自己是团宠呢。等他生完了孩子，或者有一点点忤逆他们的地方了，他就会被当成臭抹布丢掉。他还在这儿美呢。还没劝好吗？怎么这么长时间？孙姐啊，这群死丫头可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他们想放人走呢。孙老大媳妇儿拽着挂在墙上的铃铛来回的晃，铃铛叮叮当当的响。没多会儿，孙老大他们都来了。江雪腻腻歪歪的，用撒娇的语气告状。孙老大阴森森的瞪着小奶豆他们。他说你不行，你不厉害，村里好多男的比你厉害。他说你应该去当太监。
你个骚娘们儿，我打死你！今儿个我非让你看看我到底厉不厉害！我试试你们，果然是对了。冒充寒神，还想放跑生孩子工具，你们一个都别想跑！好，我们不跑啊，我还等着吃席呢。吃什么席啊？丧席呀！你个……妈的，这哪是什么猫啊，这他娘的是老虎啊！快，弄死这畜生！叠峦起伏的动物嚎叫声响起。救命啊！这么多狼，还有老虎豹子！肉包包，你来啦！外面那些都是你的朋友吗？可以介绍给我认识吗？你不要那么小气，你不会是虫了。嘿嘿，死啦！鹿呱呱一定死啦！我们的计划成功了，这小灾星终于死了。他们韩族的大师曾说过，苏锦轩的3个孩子若是死了，那么他们身上的气运可以转到他的3个孩子身上。陆家人又是把酒言欢的庆祝。2日后，陆家门口挂着白帆、白球，在堂厅里还停着一个棺材。等你的尸体回来了，你身上的气运就会通过香烛传到我身上，我就要把你的肉剁成肉泥，包饺子吃。天正黑着呢，有不少跟陆家交好的人前来吊唁。陆老夫人、陆明轩他们假意抽泣，收礼金，装伤心，送走了一波又一波的人。穹庐如泼了一层墨那般黑。就在陆明轩他们打算歇息的时候，忽听呲啦呲啦手指甲挠东西的声音，好像是从棺材里传出来的。厚重的棺材板儿竟露出一条缝，还有一双手伸了出来。怎么回事？棺材里有人？那小贱人不是明天才拉回来吗？这里是谁？咣的一声，棺材盖翻了下来。哔哔哔，都没有肉，小气！你谁？姑姑脑子不好，眼睛也不好呀。我是呱呱呀。你不是死了吗？你这是诈尸啊！是啊，我来找你们索命啦！陆老夫人离得最近，呱呱先伸手抓她，陆老夫人吓得晕过去。陆呱呱像吃了菠菜的大力水手似的，捉住凌云凤的腿，嗖的一下子甩进了棺材里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你别怕，我让你全家陪你。奶豆子哼哧哼哧，把陆老夫人、林云凤、陆明轩他们集体丢进了棺材里，盖上盖盖，搞定。奶豆子又把他们收的吊唁银子通通收进了口袋。唉，听说是陆家那小丫头去了。那么小，真是可惜呀！这爹娘不得哭死呀！这时，只听砰的一声，棺材应声落地，棺材板都掉了下来。陆老夫人、陆明轩、陆菲儿他们跟丧尸似的，双手双脚并用往外爬。哎呀，这是诈尸了！一个棺材里装这么多死人！娘的，他们来了，他们爬出来了！祖母啊，爹爹呀，姑姑啊，妹妹呀，你们咋死了呢？仔仔还没来得及孝顺你们。哎，陆家不是说死的是你吗？哎，就是的呀，你这不好好的吗？不是我听家里人说是祖母、爹爹、姑姑可想让宝宝死了，因为宝宝死了，祖母他们就能吃席了，又有银子收了。
谁也别想跑，这是我自制的炸雷，一个都活不了。我完犊子，又要凉凉了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身穿夜行衣的女子英姿飒爽地冲了进来，勇敢地抱起炸雷，拼命地朝湖边跑去，啪地丢了进去。哇，好厉害的小姐姐！又过了会儿，外头响起整齐划一的踏步声、马蹄声，侍卫手拿长矛将他们纷纷压住。姐，我问你点事。什么事？你有夫君吗？我把我蝈蝈介绍给你啦。不用，我不找两兄弟的。不然让我蝈蝈死一个。这奶娃娃真有趣。大皇子、太子他们都来了，看见安然无恙的奶豆子松了口气。大学士哭出个超大的眼泡。皮很好吃吗？我家很穷吗？要让宝宝死赚钱，仔可以出去赚钱，不要让仔死掉好不好？陆家真是缺了大德。就是，竟然这么对待一个孩子。我看呐，他们都进一个棺材里，也是老天爷看不下去了。你们可别信他的话，这死丫头邪门得很，就是她把我们装进棺材的。仔力气小，搬不动人呢。仔连奶瓶都拿不动呢。陆明轩，好啊，你个骗子，竟然谎称你女儿死了，骗我们的吊唁钱，还钱！对，还钱！各位稍安勿躁，我这就把钱还给你们。到了家里，傻眼了，翻天覆地的找啊，都快把整个陆家翻过来了，可是一个子儿都没有。逆女，是不是你？是你搞的鬼，是你偷走了吊唁的钱。陆大人真是不要脸啊，自己吞了吊唁银子不说，还怪在自己女儿身上。就是，不想还就直说，干什么污蔑孩子？瞅瞅他这脸，比千层饼都厚。赶紧还钱！我还钱。看着他为难的样子，有人问：该不会是没钱吧？妈，你吓死小哥了！行之滚动着喉咙，半个字说不出来。苏锦轩也来了，呱呱小雪球般滚了过去，见他眼泪汪汪的，急急的给他擦眼泪。哎呀，娘亲不姑姑，呱呱没事。这群人为非作歹，心狠手辣，幸亏你没事，不然你让娘怎么活？先回家泡泡澡，滚滚鸡蛋，除除晦气。娘亲，我落下东东了，我去拿。小奶豆跟小大人似的，指挥着黄侍卫把他想要的东西全都单独放在了一个马车上。切，你跟我走啊！我给你介绍我的蝈蝈们，你不喜欢哪个，我让他死一死。我哪个都不喜欢，你快上车吧，我的任务是护送你们。不耽误姐姐干活。奶豆子先回了苏家，竹林哭哭啼啼的回了陆家。爹，仔有办法，要不爹和祖母姑姑妹妹再死一死啊，这样子爹就不用还钱啦。逆女，我咋就生了你这么个东西呢？讨吊唁钱的围堵在门口，还是陆老夫人解开裤腰带，抠抠搜搜挪出自己养老钱，才把这群人打发走了。陆呱呱为什么没死？陆菲儿，你不是说接到了飞鸽传书，这小灾星不是进了村子？是啊，我收到了。这些年，但凡进了那个村子的人，就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的呀。邪门，太邪门了！我的右眼跳得厉害，不行，我得打听打听，也许出事了。陆明轩、陆菲儿推开房门，发出惊恐的尖叫声。他们房间上方挂着一盏盏的人皮灯笼，
这些人皮灯笼隐隐约约映出了人脸，还在对应的眼睛、鼻子、嘴角等地方滴答滴答地流着血。怎么回事？这些东西怎么会在这里？爹爹、姑姑、妹妹，这是仔仔从寒水村带回来的礼物，你们喜欢吗？姑姑、妹妹，听说你们很喜欢灯笼，还想把仔仔做成灯笼，所以仔仔把灯笼送给你们。疯子，你就是个疯子！明轩，这就是你的女儿，她太邪门了。小老鼠喜欢热闹，晚上会有好多姐姐们陪你玩哦。一股子臭味飘了出来。咦，小老鼠，你都几岁了，竟然还尿裤子！路菲儿连忙出去调查，回来就傻眼了。村里的人，我们韩族的人，全都被抓起来了。陆呱呱还放了那些女的还有孩子。怎么会这样？我辛辛苦苦支起来的村子，怎么就这么没了？没用的娘，你不要像疯子一样。我有一个办法。夫人，不好了，外头出事了。毛躁什么？出事找老夫人和少爷，找我做什么？这是关乎小姐，自然是要找夫人。关乎呱呱。陆呱呱呢？出来，快出来！不许打我娘，冲我来！冲谁来？都得给我们一个交代。什么交代？我们原本在村里过得好好的，有吃有喝，有男人有孩子，是幸福的一家子。都是你出现，毁了我们的幸福生活。你要补偿我们啊！他们的脑子是被小老鼠踢了吧？有吃有喝，猪食那么香，有男人有孩子，喜欢挨揍，幸福的一家子，喜欢受虐。刚把他们救出来时还感恩戴德的呢，怎么忽然变了？怎么补偿呀？这个好说，给我们一人买一个房子。对，每个月给我们10两银子，米面肉油也给我们包了，还有我们娃上学也得管。苏锦轩光是听着就气得直哆嗦，这不恩将仇报吗？就你们还怪我喽？对，是你打破了我们安稳的生活。那把安稳生活还给你们？对，一家人整整齐齐。对，好吧。他拉下大哥哥，对着耳朵嘟嘟囔囔。行之绕开人群出去了，没多久带着衙役们回来了。小奶豆礼貌地叫了一圈叔叔叔叔。他们是坏人村那群坏人的家人，他们跟坏人一样来讹我了，想一家团聚。大人叔叔，快让他们一家团聚吧。走，全都带牢里去。不要，我们不要去牢里。不要，我们不要去牢房。大人真奇怪，是你们说的一家团聚才幸福，我让你们一家团聚啦。去牢里多好啊，吃喝拉撒有人管啦，养老送终有人办啦。快走吧。这日上朝，呈上来了一本特别的奏折，是皇族后宫的御厨们及民间的名厨们联名呈上来的。大意就是现在的孩子挑剔不说，而且还浪费，好好的饭菜吃几口就不吃了，全都丢了，真是浪费食物啊。江山的花朵们不应该只学文武，也要学学万物生长，粮食不易，找一些有代表性的孩子们打包送出去，送到最苦的乡下，让他们种地去吧。但是吧，不能明说，只能说郊游。
那让陆呱呱去吗？你们问朕，朕敢说送他去吗？直接把名字写上啊！这群250。皇上的圣旨下来后，皇族的或是世家的人类幼崽们都哀嚎，凌云凤也在家里骂骂咧咧，唯有陆呱呱，铲子、小桶、剪子，都带齐了。已经天黑了，马上就要到明天了，明天就可以种地去啦。都是城里的娃娃，能受得了苦吗？村里孩子咋过，他们就咋过。皇上可是说了，最后可是要评选的，评选出3家，这3家农户的孩子可以去相对应的城里的孩子家中体验1个月，这1个月里可以享受城里皇族的资源，机会难得呀。李正听着眼睛都亮了，他们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百姓，这机会实在太珍贵了，保不齐能翻身呢。陆呱呱和凌云凤和八皇子被分到了一家。哎呀，这仨娃可真俊呐，快进来。八皇子跟农户的小孙子方正住一个屋。那我们和你的小孙女一起住啊。你们尊贵，哪能跟破烂货一起住？你们和我儿媳妇一起住。因为破烂货这仨字，不喜欢他，不是好人。家里特意收拾过，奶豆子把自己的包袱放在角落里，一个小胖子冲了进来，没教养的把脏手伸向包袱。奶豆子反应也快，在他即将摸到包袱的时候，狠狠地打了他的手。咋了，我的乖宝孙！他打我，因为你手贱，碰我东西。这是我家，你住我家应该给点见面礼。对，我大孙说的对。人家说的对，你别那么抠，藏了什么好东西，快拿出来。长了1岁，你变蠢了。等着他被为难，要狠狠地看他笑话。我小，但是我不傻。我们来你们村是给了银子的，你们贪得无厌，送我们来的人还没有走远呢。我们换一个村子，你们把银子还给我们。误会了不是，我大孙什么都不懂。不要跟我倚老卖老。农户奶奶一噎，晚饭很粗糙，难以下咽，但对小胖子很好，给他用厚厚的油煎了一颗蛋。小胖子刚要夹蛋，农户奶奶拍开他的手，给八皇子夹了过去。我表哥不要。你干什么替他做决定？因为我是他老大，他听我的。对，我听他的，不要给我，我不想吃。农户奶奶尴尬地悬着手，小胖子跟饿狼似的，伸手抢走了煎蛋往嘴里塞，油都挤了出来。妹妹，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？我想回去睡觉，睡着了就不饿了。奶豆子瞥他，可怜样。妹妹，你是不是从家里带吃的了？你真聪明，快给我吃一口，我要饿死了。没带。从家带来的吃的会坏掉。对。奶豆子从包袱里掏出一个小铲子。表哥，你挖土啊，不要问为什么。他挖土的时候，小土豆跑开了，等再回来时，手里薅着一只死掉的鸡。你从哪儿弄来的？抓的。你弄死的？他自杀。俩小孩笨拙地收拾好了鸡，把鸡用超大的叶子包起来，丢进土坑里，再用土埋上，还顺便往里面放了几个土豆，然后点了火开始烤。烤鸡的香味瞬间飘了出来，俩人流口水，胡乱扯着鸡肉吃。忽然听到肚子咕噜和吞咽口水的声音，循着声看去，就看到农家户瘦了吧唧的小孙女站在边上，口水直流3000尺。奶豆子朝她递过去一个鸡腿儿，小姑娘没忍住，接过来大快朵颐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片有野果子，还能挖草根吃。
我经常来这片找吃的。他们不给你饭吃，你好歹也是他们的孙女儿啊。我不是他们家的孙女，我是他家的童养媳。啊，你叫什么呀？我叫饼饼。没姓氏啊？没有，我不知道我爹娘是谁，只知道被卖过很多次，总是改姓太麻烦，就没有姓了。拍花子是犯大错朝法的，你们要小心他家，他家最喜欢讹人了。看你们是城里来的，一定会想办法在你们身上薅羊毛的。你为什么告诉我们这些？因为你们给了我吃的，我知道感恩。小姑娘不敢停留太久，叮嘱了他们就跑开了。次日早上，各家的农户们带着城里的孩子们去种地了，先翻土，再下种子，把土盖上。听着简单，做起来很难。弯腰直起腰，光是这个动作便能让人累死。那些小崽子们累得嗷嗷哭，就小土豆最特别，他骑在肉包身上，手里抓着一把种子，肉包用爪子挖土，小土豆把种子丢进去，肉包再用爪子拍了拍。你偷懒，完了，你找帮手。你也可以找帮手啊，你可以找老鼠。但素呢，大家看到这么多的老鼠，一定会想办法打死的。连云放气坏了，这小人参是在提醒他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吗？这天，小土豆带着表哥开完小灶，便悄悄往回走。等等，小土豆发现这家农户和一个陌生人神神秘秘地说话呢。找这家农户的是韩族的人，就知道有凌云凤没好事，毕竟他也是韩族的后代。韩族的人还真是有毅力，损失了3皇子就想害8皇子。我的倒霉表哥可怎么办呢？听了呱呱心声的8皇子吓得手抖，脚也抖。表哥，你抖什么？冷？8皇子的脸煞白。回去之后，8皇子发现和他在同屋住的农户小孙子不见了。方奶奶，你孙子呢？我孙他外婆想他了，把他接走住几天。8皇子有种不好的预感，他瑟瑟发抖，提出要和表妹在一起。哼，贵人马上就是我孙子了。深夜，四周万籁俱寂，他们房间的门被人悄悄推开。飘飘，你来。今天我发现了一个特别奇怪可怕的事情。他看着8皇子，我今天看到了2个你，我还以为是我眼花了，但是不是的。我亲耳听到阿婆对另一个8皇子说，让他好好的，别忘了教他的规矩，这样可以代替8皇子进宫了。太可怕了，怎么会制造出一模一样的人？妹啊，有人保住我，一定是想弄死我呀！有人来了，不能被他们知道我找你们，会引起怀疑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要被发现了！吱呀一声，门开了。奶豆子闭上了眼睛，还在被窝里偷偷掐了下8皇子。8皇子忙闭上眼睛，一股熏人的口臭味飘来。是睡了。声儿不像从他们这儿发出来的。哎，外面有动静。臭气熏天的老两口忙跑了出去。你个小贱东西，大半夜跑鸡棚里干什么？我知道了，你个馋货，是不是想偷鸡蛋吃？我打死你！坏人是要有恶报的。早上，这家农户变脸倒是快。丫头，一会儿你带他们去青云山那边采点野果子吃。我跟你们说，那边的野果子可是神仙都吃的，吃一个神清气爽，一定得尝尝。我肚子疼，我就不去了，你们去吧，也不用给我带果子了，我会给你带草药的。你这次可是有去无回呀！
这2天你们可以躲在那里，等事结束之后再出来，戳穿他们的丑陋面孔。嘘，他朝肉包使了个眼色，肉包像狼似的悄悄潜了过去，矫健的身躯猛地扑了上去，大嘴含住这人，硬生生给拖了出来。你是谁？村里的人。不像啊，长得这么好看，更像是小关关。恍惚听到说话声的明熙猛地看去，他听到了什么？等等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谁是小官儿？小孩，你礼貌吗？肉包，奶团子不想放过破坏他们计划的人。我脸盲，记性差，忘性高，不认识你们，什么也没看见。你记住自己的话。明熙知道自己危险解除了，舒了口气。你的老虎，有牙结石，还是多吃些鸡脖子、骨头之类硬些的东西，磨牙吧。这个大蝈蝈有秘密。明熙走出去一段路，忽然蹲下，摸着自己的小心脏。哇，传到这个世界，好几次差点弄丢小命。陆呱呱带着自己的娇弱表哥来到山洞躲避。妹，咱就这么做。大意了。妹，你看这天阴的，要下雨了，我们会生病死掉的。我来，你别哭。他觉得应该找些草啊、树枝啊，把洞口给蒙住，才要动弹，便听到洞外响起窸窸窣窣的声音。洞口伸出一双胳膊，2床厚厚的被子褥子，还有枕头被递了上来。你为什么帮我们？哇，我头一次见着活生生的老虎啊！要是能让我撸一下就好了。哇，好多人见着肉包避之不及，他竟然想撸。哼，本大王也是你个凡夫俗子能撸的，我的小主人一定不会让你这么为所欲为的。你来，让他摸摸。我不知道你们在这儿待多久，不过这段时间我可以供应你们的吃喝。好，把我们喂饱了，我让你摸他的屁股。哎呦喂，你个赔钱货，自己做的蠢事还想让我们给你兜底儿吗？有话就直说，跟咱家弯弯绕绕的，仔细你们的嘴。公公大人，这贱丫头啊，惹了大祸了。这不带着那个叫陆呱呱的去后山采果子，一个不小心把那小丫头给推下去了哇！太监总管的脸刷的变了，完了，他这条小狗命是保不住了。不过啊，您放心，八皇子可是完好无损的，不过就是牺牲了个不大值钱的小贱丫头罢了。狗东西，咱家宁愿死的是八皇子啊！躲在暗处的八皇子听到这话，沉默了。你礼貌吗？快去找人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哎呀，这说不准呢，还活着呢。公公，别白费功夫了，找不到的，咱们回宫吧。八皇子对呱呱小姐很好，很用心，就是小跟班儿。如果知道呱呱小姐出事，会哭疯的。所以你是谁？我是八皇子啊。你不是，气质一点都不像。他是冒牌货，才不是我表哥，我表哥在这里。哎呦，呱呱小姐呀，我的小祖宗，哎呦，你没事就好啊。喂，我还在呢。这2人怎么没死？贱丫头，你为什么撒谎？是不是你害了人？你给我说清楚，你想害死我家呀？找他，你们找他。为什么找他？你和你的家人是坏人。八皇子充当小翻译官，把事情讲了一遍。奶豆子指挥肉包扑倒了冒牌八皇子，
又接了冒牌八皇子脸上的人皮面具。妹，他脸可以用人皮面具变成我的样子，那身形是怎么变的呀？他比我胖那么多，嗨！吃了韩族给的药丸，吃了就可以变瘦长个子，但是那个药丸是坏的，人皮面具没有了，他就会死掉。什么死？谁死？你少咒我！农户老婆子还没说完呢，他的胖孙子倒在了地上，浑身发紫，满脸发紫，越来越胖，像一个充满气的胖头鱼似的，砰的爆炸了。孙子，我的孙子啊！你个贱丫头，都是你没办好这件事。你要是成功了，我孙子怎么会死？你给我孙子偿命！肉包照小奶豆的吩咐一口咬了上去。呱呱小姐，这小丫头虽说是发了善心，但毕竟是他们家的人，说不准啊是想借此达到自己的目的，比如攀上贵人。不是的，他不用攀贵人，因为他就是贵人。什么？马蹄声由远至近传来，一辆云缎刺绣马车停了下来。长公主君思晴急急忙忙地下了马车。呱呱，我女儿呢？你飞个传书给我，让我来接我的女儿，在哪儿呢？那这个就是呀。长公主看过去，简直和她小时候一模一样啊！我的女儿丢了，我迫切地想找回她，但是我不想失望。可以在石头上滴一滴血吗？她滴下一滴血，长公主也滴下一滴血。皇族的石头变成了鲜艳的红色，这代表溶血了，是亲人。我的女儿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你愿意跟我回公主府吗？我漂了很久，被卖了很多次，找到自己亲娘了，我自然是愿意的。饼饼感激地看向陆呱呱，你是我的小恩人，我以后当你的小跟班。呱呱呱呱！哎呦喂，我的乖乖小宝孙儿，快让祖父看看你！陆老爷子甩着胡须跑了过来，把他抱起来，还转了个圈儿。吧嗒，一个东西掉了出来。奶豆子拿起来歪头瞅，乖孙儿啊，你拿反了。啊！我就说我怎么看不懂。正过来之后的奶豆子发现了一个更严峻的问题。正过来好像也看不懂啊。没想到孙女还是文盲呢。祖父，你要卖房子？为什么卖房子？你不说，好，再也不理你了。嘿，别呀，你就这么一个亲祖父啊？我说还不行吗？你祖母说了，今日家里事儿多，你爹总是犯错，常常被皇上罚反省。这样一来，不但没有俸禄了，还会被罚俸禄。眼下家里的下人费用，还有柴米油盐，包括孩子们明年考试学习的银子，都紧缺的厉害。而且他们说儿媳把嫁妆藏得很严，他们忽悠不到，便让我来忽悠儿媳的嫁妆。但是我才不会打儿媳妇嫁妆的主意呢，他们又逼我卖掉这个房子，让我签下卖房的契约。他们让你摁手印，等你卖掉房子后把我们撵出去，或者希望我娘亲心软，拿出嫁妆，然后再把我们撵出去。他们是吸血虫。我是不会伤害你们的，也不会卖房子，让他们自己想法子去吧。不要！坏祖母他们看祖父没动静，会四处哭求，会说一家之主和当家主母不管这个家，会装可怜，让大家骂我们的。哼，就该想一个办法让他们吃亏。唉，
要是能借这次让娘亲跟家爹和离就好了。不喜欢这个家，好想出去呀。闷闷的。苏锦轩沉默了，立在身体两边的手捏紧，似要做出某种决定。不会真的要和离吧？再怎么样，那也是我亲儿子，不大忍心呐。祖父，你以为的家人并没有把你当家人，想试试吗？爹，是失败了吗？也不知锦轩怎么了，是变心了，还是在外面有人了？虽说嫁妆是他的，但是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嫁到了陆家，既然家里有难，便应该主动拿出嫁妆。是呀是呀，难不成真的逼我们卖房子流落街头吗？那他们不也不会好过？一家人就是要团结才对的呀。那我就不考试了，去武馆给别人做苦力吧，还能给家里赚些家用。也不知道你们做了什么事，惹得锦轩伤心。锦轩呢，现在也就对我这个老公公有点可怜心，除非我病了不行了，才能掏出嫁妆，不然呢，难。买房子这事儿，我再想想。陆老爷子走了，没想到苏锦轩这贱人，还挺在乎这老公公。既然如此，咱们就让他病一回，先把苏锦轩手里的嫁妆忽悠出来再说。娘，这会不会不好？毕竟是我爹。蠢货，又不是真的害死他，只是下点药。这不是你常干的事儿，前途重要，还是你的孝心重要？陆明轩下了决心，而且他们的动作很快。第二天，陆老爷子便倒下了。家里没钱了呀，也没有银子给老爷子看病。锦轩呐，你厌恶我，但是老爷子对你没得说吧？你宁愿把钱放臭了，也不想给你老公公治病吗？钱是放不臭的，但是你能放臭。我可以拿出我全部的嫁妆给老爷子看病，也可以帮助陆家渡过难关。陆明轩高兴地捏紧拳头，哦耶，就知道他的蠢是与生俱来的。不过我们要先签一个声明书。什么？声明书的内容差不多是可以拿出嫁妆帮助陆家，但是如果陆家的任何人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，不但要赔偿双份的嫁妆，而且还要休夫。真贱人，敢跟我提这么苛刻的要求。俩儿子调包，女儿调包的事反正已经败露了，他还能知道什么对不起他的事？等他知道的那天，正是我在他坟前告诉他的那天。于是干脆地答应了。你等一下，有俩事。大人说话有你什么事儿？他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是家里的一份子，怎么就不能说了？你们先按手印，写下名字。陆明轩撇嘴，他还能赖账？他还怕苏锦轩赖账呢。俩人写下名字后，陆呱呱拿走了那张保证书，骑着肉包往外跑。哼，疯疯癫癫，随了疯娘了。嫁妆呢？拿出来吧。等我女儿回来。等那死丫头干什么？谁知道上哪儿野去了？过了会儿，小奶豆回来了，手里抖着那张纸。做好了。做好什么了？找大理寺、京兆府、户部这些叔叔们做证人，都已经嘿嘿改账啦，这样就没人敢玩赖啦。陆呱呱这孩子是傻还是蠢呢？难道不知道见证的人越多，对他娘越不利吗？他们拿到嫁妆之后，随随便便给陆老爷子请了个郎中。郎中开药的时候，陆明轩他们更是拿着药单子不耐烦地皱皱眉。这么贵，干什么用这么好的药？全都换成最便宜的。陆明轩他们走了之后，床上的人叹了口气。小奶豆从床下钻了出来。祖父，你听到了吗？哎，听到了。
那祖父乖乖睡觉，好好吃药。祖父的药仔仔手着，都是最贵的补药。陆老爷子眼泪哗哗的，陆明轩他们压根儿不管陆老爷子，跟没见过银子似的，花的那叫一个激动。也是夜长梦多，毕竟不是自己的银子嘛，寻思花了就有安全感了。皇上，苏老将军近日悄悄练武，不知是不是有狼子野心呢？皇上，微臣常常看到苏云战常常对着皇宫的风向念念叨叨的做法，微臣在想，他是不是有什么目的？皇上，微臣状告苏北岩和敌人有密切来往。皇上，微臣看到苏怀安常常出入军用的粮仓。全都是状告苏家的。皇上听得脑瓜子疼，一气之下停了苏家人所有的职位。那些老臣和我的交情本身就好，又拿了我送的东西，再加上菲儿安排在他们身边的娇美小妾再吹吹枕边风，苏家岌岌可危。自然，等我们的温泉计划再重重的出击，那绝对会让苏家完蛋。今日让苏家受委屈了，以后补偿回来就好了。皇上，咱们的使臣有急事面圣。宣，皇上，臣来负荆请罪了呀！臣把西陵的质子弄丢了呀！什么？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？一个月前，臣按照皇上的意思，为了不引人注意，偷偷带着质子回来，也没带任何人，就我们俩人。然后微臣睡了一觉之后，那个质子就丢了呀！你个蠢货！质子虽是敌国献上来的诚意，但是质子丢了被人知道，这就是失去信用，这就是赤裸裸的挑衅，会引起其他几国的惺惺相惜，联手制衡我们的。你，小奶豆看得快不行了，忙放下奶瓶子，蹬住皇上的腿，爬上了龙案，赶忙用小手掐住他的人中，也是借着掐人中的功夫，悄悄朝他嘴里运送带灵气的生气。蠢东西，你真是蠢到家了，给一只狗前面拴个骨头都能做好这件事。找，必须把人找到，还要悄悄地找。画师呢？臣记得之前画过那个质子的画像，拿着画像悄悄地找。太监总管知道画像收在了哪儿，忙拿了出来。画像咕噜咕噜展开，好奇的小奶豆抻脖子看去，眼睛瞬间瞪得圆溜溜。认识？不认识，只是觉得这个蝈蝈好看，还怪色的呢。小奶豆在皇宫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便回去了。看来呱呱认识这个质子，要不要去跟踪呱呱小姐呢？也许能知道质子。跟什么跟？但肥了吧？以为朕是狼外婆啊？得尊重孩子的小秘密，懂不懂？这时夫子来了，哭丧着脸。皇上，九皇子近日上课总是晚，不知道干什么去了。从现在跟着九皇子，看看他整天乱搞些什么东西。啊，皇上，咱说好的尊重孩子的隐私呢？是你。我知道你是西陵妖道大说的质子明熙，所以你要把我交出去吗？交你出去有什么用？可以获得奖励。随即想到什么，不，我说错了，也许别人稀罕奖励，你不一定稀罕。为什么？因为那天我观察了，宫里来的人对你毕恭毕敬的，说明你很厉害，你要帮我。你先放开我，你弄疼我了。你帮了我，我也会帮你。你想干嘛？你要逃跑吗？明熙是个现代人，自然清楚质子的下场无非就是早一天死或晚一天死。
他可不想死，他还想穿回去享受卫生纸、手机、游戏机、火锅、烤串子的幸福生活呢。你跑不掉的，俩腿被打折。那我罩你。小奶豆让他乖乖待着，随时听他吩咐。我拿什么感谢你呢？想了想，跑了出去。等再回来的时候，手里抱了条不大点的小狗，塞给了小奶豆。这狗是跟着他穿来的，但他不能说。这个朝代是没有这个品种的狗的，养好了可厉害了。我喜欢。他抱着狗子走了。圣路菲尔要请我们去星城最大的那个温泉山庄泡温泉。哟，我们的钱，请我们泡温泉。渣爹爹和坏姑姑要动手了，想给娘亲找个野男人，想害娘亲犯个七出之罪，这样便可以休了娘亲，又可以让娘亲臭名远扬，还能不还娘亲的嫁妆，简直是一箭三雕。苏锦轩听后脑子阵阵发麻。是，我要去，我要让他们的算盘落空，嘿嘿，正好趁这个事让他们玩玩。嫂嫂，哎呀，你来了！我呀，左等右盼的，就等着嫂嫂你来呢。毕竟啊，你才是陆家的主角呀。请帖是菲儿发的，人们是菲儿请来的。菲儿打扮的这般隆重，今儿的主角应该是菲儿才对啊。陆菲儿还想再说什么，苏家人陆陆续续来了，他们围着苏锦轩知冷知热的关心着。笑吧，笑吧，等会有你们哭的时候。陆夫人，您的夫君专门花重金给您留了个上好的池子，请跟我来。好。苏锦轩泡在池子里，听到有窸窸窣窣的声音，他的心一惊，又想到女儿儿子的话，慢慢把心放了下来。你也配欺负我娘亲，踢死你！我要把刀插到你的屁股里去。大哥，你那边怎么样了？已经搞定，马上就能看戏。陆呱呱拍着小肥手，他最喜欢看戏。哎呀，陆夫人那边有动静啊，奇奇怪怪的，咱们快点去看看。哗啦啦，一群人过来了。哎，你们不能进，不方便。竹林挡啊挡，佯装没挡住。别乱动，娘会轻点儿。你这小丫天天跑得多，多按按，长高个。苏锦轩看着围过来的密密麻麻的人，怎么这么多人？怎么了？就你们2个人？这个姨姨的眼睛是不是有问题呀？你们在干什么呢？娘亲在给仔仔摁脚脚呀。姨姨也想给仔仔摁。时辰什么的都是按照菲儿说的呀，怎么没看到苏锦轩和野男子苟且的德行呢？快来人呐！人心的本质都是八卦，脑子里的怎么了还没说出来呢，2条腿先发动了，嗖地窜了出去。一阵风吹过，小奶豆也不甘示弱，骑上肉包便跑了。先知言之，快跟上！别让他瞎看呐！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围观？为什么做骚事的人是他们？应该是苏锦轩和野男人啊！苍天呐，这竟然，哎呀，这好恶心呐！要吐了！滚，都滚，不许看！陆菲儿的脑子嗡嗡的，捂住脸嘤嘤的哭。苏家人抓住他的脑袋，使劲往水里摁，按进去再提上来，反反复复的。狗东西，看看你做的什么好事！陆大人，陆小姐，鸳鸯浴洗够了吗？皇上有请。因为他们的烂事儿，皇上连温泉都没泡上。我朝怎么出了你这么个丢人现眼的玩意儿？怎么着，天下女子都死光了吗？让你这么饥不择食？
还是说寻常女子满足不了你个寿星了？还有你！皇上先让嬷嬷扇了路菲儿几个嘴巴子，再开始埋汰。老子对粪池里去了吗？朕也懒得跟你们废话。你告诉这俩牲口，大说律法。太监总管还没说呢。大说律法第154条，心血关系乱来，辱没名声者，不论男女，皆撤掉官职，没收一切房产财产。男子裸行游街，发配苦寒之地；女子进猪笼，发配苦寒之地。真是我的好大儿啊！皇上明察呀，这一切都是误会啊！我跟没规矩的东西，在皇上面前要自称民女。民女跟陆明轩不是亲兄妹的关系，民女跟陆明轩是相好相爱的关系。我们很早就认识了，但因为陆明轩已经娶妻了，又答应了苏景轩此生不纳妾。另一面，陆明轩又对民女恋恋不舍的，再加上陆明轩的父亲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却早亡的妹妹，所以他想了个法子，让我冒充他同父异母的妹妹，这样我们同在屋檐下，便可以自在的相爱了。你还有脸说冒充陆家大小姐，而且还在我眼皮子底下跟我的夫君勾三搭四的，你真是不要脸至极！你打我干什么？都是陆明轩想出的主意。退，陆菲儿，你这嘴里没一句实话。你个敢做不敢当的孬种，现如今你全推我身上了吗？我是孬种，你是什么？贱货吗？都住嘴！在皇上面前也敢放肆，把这儿当菜市场了吗？别以为嘴皮子一动，自说自话说你们没有血缘关系，朕别信了。有证人吗？有证据吗？半炷香过去，若是拿不出证人证物，朕可是要行动了。陆明轩可不想他的人生毁于一旦，他的眼睛四处看着，忽然看到了陆松风。说，你快说，你是证人，最清楚我和你娘的事了。娘？原来冒牌大姑姑的娘亲是坏姑姑呀。是吗？陆松风，你要考虑好了再说。朕若是想寻证一件事，可是很快的。是，我爹是陆明轩，我娘是陆菲儿，我从小就知道了。皇上若是不信，可以用清源石来测测。拿清源石试试。先让陆明轩和陆菲儿在清源石上滴血，清源石显示毫无血缘关系。又让陆明轩和陆松风、陆菲儿和陆松风测了清源石，他们的话一一认证了。陆明轩，你混乱陆家血脉，欺骗至妻，家事扰得朕烦心，降职罚封吧。皇上摸摸下巴，觉得不够，又补了一条。陆大人这么闲，那就刷干净全京城的猪圈吧。陆明轩咬住牙，虽然心有不甘，但可比没收房产财产要好多了。至于陆菲儿，满口谎言，无事生非，混淆血脉。陆大人刷猪圈，你便刷干净全京城所有铺子的公桶吧。另外，你既然这般喜欢和陆大人相好，朕也不是棒打鸳鸯的人，便赐你做陆大人的贱妾吧。陆菲儿愣住了，如此羞辱人的方式，这狗皇上是怎么想出来的？他气得几乎喷血，气喷血的同时还必须得谢恩。皇上，臣妇有一个不情之请，希望皇上能够成全。你说，她可是小神女的娘亲，得温柔可亲一些。臣妇要休夫。休夫？你敢？我娘为啥不敢？
如果陆家做了对不起苏景山的事情，要修复，要赔嫁妆，伤粉哦。陆明轩的脑子嗡嗡作响，双膝一弯，软塌塌的跪下了。他怎么感觉这事儿像个连环套似的？苏锦轩这么聪明？不会吧？这协议书……坏爹爹想玩赖吗？刑部叔叔，礼部叔叔，你们快来呀！这里有人不认你们签字的账了。来了！这帮不好说话的老东西们倒是听话。我的小神女就是厉害。回皇上，这协议书是微臣签的，童叟无欺呀。陆大人莫不是觉得我们的字迹作假？你以为每个人都像陆大人那般虚伪呢？陆明轩汗流浃背，本以为呱呱这不孝女是忽悠着他玩的，怎么忽然变得这么有分量？别吵了，烦死了。他拿过协议书，在一个角角里找到了自己的名字，对陆明轩指着：“朕也帮着作证签名了。妈，你个狗东西，想赖账吗？”臣不敢。谁他娘的敢赖皇上的账啊？行，就按照协议上的来。朕也不是不通人情的人，就给陆大人10天的时间处理这件事吧。10天？嫌多也是。10天的时间会让别人觉得陆大人太过无能，那就5天吧。5天？5天也多。也是，以陆大人的本事，还是3天最为合适。多谢皇上，多谢皇上。皇上还想泡温泉，朝臣们也没泡尽兴，所以这陆明轩、陆菲儿不但受着罚，还得花着钱把大家伺候高兴了，真是憋屈啊！你个没有担当的狗杂碎，现在怪我有什么用？难道刚才你没爽吗？哼，你现在是鸡飞蛋打，赔了夫人又折兵，不但成了大硕王朝第1被休的男子，还要赔那么多的钱。贱人，她的嫁妆你没花吗？就算赔钱你也跑不了。爹，你要掐死娘吗？事情已经出了，你就算是掐死娘也无济于事，还不如想想法子怎么扳回一局。对，你安插在苏北岩身边的贱人怎么回事？是不是背叛我们了？赶紧让他把任务做了。只有把任务做了，苏家垮了，我们才能有机会让苏家求着我们收下嫁妆。反正咱们和苏家没关系了，任务成功了，倒霉的是苏家。我们不但可以得到他们的人脉资源，他们也许还会为了让我们帮忙，从而求着我们收下嫁妆。为了对付苏家，只好先不跟你一般见识。陆菲儿很快找到了胡冰云。你如果不把事情办成，那我会让你永远见不到你儿子。是我弄错了，原本有2个一模一样的盒子，是陆呱呱乱玩的时候报错了盒子，所以才导致放在东家搜东西的时候出现了失误。当真？陆呱呱那小贱人鬼的厉害，可别被他摆一道。不会，盒子有机关锁，他大字都不识一个，怎么打开做手脚？也是。大半日过去了，温泉山庄东家的狗子忽然狂叫，狂扒着苏家的大门。皇上，草民的狗从苏家房间里搜出了这个，这乃是大罪之物，草民不敢擅自处理，只好斗胆交给皇上。请求皇上处死苏家，以儆效尤。少往朕脸上喷唾沫星子。苏家胆大包天，竟敢诅咒皇上，请皇上严惩苏家。皇上，苏家是100年世家，对皇上忠心耿耿，绝做不出这样的事，请皇上明察。大汗第57年。这哪是大硕狗皇上的生辰八字和名字，是韩族大王的生辰八字和名字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？你为啥那么激动？你认识他？他是你爹？不认识。
这是苏家谁做的？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陆呱呱。好，好，做得好，苏家教女有功，赏。赏？这就赏了？陆明轩不甘心。皇上，微臣有一事要报。臣今日看到臣的逆女和逆子窝藏了敌国的质子。哦，是吗？在哪儿？皇上，臣看到那质子被他们藏哪儿了，臣这就把人抓过来。爹爹好凶，误会仔仔，仔仔是不想让爹爹跑辛苦啊。什么？我去找人。没过多会儿，陆呱呱牵着西陵质子出现。这不是西陵质子吗？皇上，苏家人果真有猫腻，请皇上严惩。爸的，就嫌你们长了嘴了。是朕拜托陆呱呱帮朕寻找的西陵质子，有问题？众人沉默了。皇上这犊子是往死里护啊！狗东西，朕就没见过你这么牲口的爹，连亲儿子亲女儿都坑。皇上骂得不过瘾，伸出脚来了几下子泡泡拳。陆呱呱，当赏。擦黑的夜，房间灯火通明。你是个有福气的，但呱呱护着你，你也不能忘了规矩。见朕居然不跪。明熙懵了，飞速从脑瓜子里翻出电视剧里看到的规矩，摔打着两袖。这是大臣的礼。改，又改成双手，腿弯曲往边上俯身。这是女子的礼。看他吞苍蝇的脸，奶豆子决定助他一臂之力。明熙跪下，醍醐灌顶。见过皇上。这质子怎么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？哎呀，因为原来的质子已经死了呀，而且还是他们西陵的人亲自弄死的，就是为了碰瓷皇上伯伯，讹皇上伯伯一顿呢。他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我的秘密被知道了，我该不会被灭口吧？眼前这小子不是西陵质子，那是谁？俩人咋没话了？我是电灯泡，那我走？不想走。看在这质子帮过我的份上，我也帮帮他吧。谁让他是从现代穿越过来的呢？一魂到了别人的身上，总归是不适应的嘛。啥？一魂穿越？现代？这都是些什么词啊？这货该不会是妖怪吧？你们看对眼啦！皇上伯伯是要封他当妃子吗？你说什么呢？明熙，不管你过去是何人，到了大硕便是大硕的人。如有伤害大硕、伤害呱呱的事情出现，朕绝不会饶过你。感谢呱呱，感谢皇上，感谢大硕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和平台，我会鞠躬尽瘁的。你是质子，不能乱走，住在皇宫不方便，毕竟后宫有诸多嫔妃。你就跟着呱呱吧，做他的小跟班。可千万别让我入后宫，不然天天对着那么多美人，我真怕自己控制不住啊。好吧，你跟着我，要听话。好嘞，绝对听话。你个丧门星、扫把星，陆家怎么娶了你这么个玩意儿？你可是陆家媳，生是陆家的人，死是陆家的鬼，你竟让陆家丢人至此啊！第一，我娘不是你家媳妇了。第二，是你们丢人，是坏爹爹、坏姑姑丢人，为啥怪我们？因为世界上有一种人不要脸，只会把自己的错误怪在别人头上， PUA 别人，他们心里才会舒服。啊，
我们不给他们这个机会。嫁进陆家这几年，便当成是一场历劫吧。现在，历劫结束了，我也要离开地狱了。你什么意思？真要跟我和离？哼，事到如今你还装什么傻？另外，我要纠正一点，不是和离，是休夫。你被我休了。又看向陆菲儿，满眼说不清的鄙夷。现在你们可以正大光明的在一起了。嫂嫂，不，现在不该这么叫了。你呀，就是蠢。在你不知道的情况，我们俩在你的房间，你的眼前，恩爱了无数次了呢。6月3日午时，7月8日辰时，8月14日子时。这贱人说的这些日期，可都是之前苟且的日子。你们打着亲兄妹的名义，在我眼皮子底下做的恶心的事，我都知道。你们猜，我为什么忍着不说？贱人，你早就知道了，你在给我们下套，你等的就是这一天。你知道的太晚了。这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，我们毫无关系。还有，别忘了在规定的时辰内，把我的嫁妆还给我，而且是双份。竹林早已收拾好包袱，苏锦轩带着孩子们要离开。给我站住！这3个孩子可是我陆家的孩子，谁允许你带他们走的？陆家的孩子？我呸！你怎么有脸说出这话的？2个儿子被你弄丢，女儿呱呱你更是嫌弃的不想认。况且他们3个从未上过陆家的族谱。没上过又怎么样？那也是我的种，陆家的种，你带不走。你可以滚，但是他们3个必须留下。呸！姓陆的，睁大你的狗眼，好好看看皇上盖玉玺的休夫书。陆明轩脑子一突，忙看去。休夫书上清清楚楚地写着，不入族谱的孩子归女方所有，而且特批归苏锦轩。贱人贱人，你真以为我稀罕要你生的孩子？你的孩子是灾星，灾星！我和菲儿生的孩子才是灵童，我小儿何星可是驸马，大儿松风可是未来的武状元和武曲星，我的女儿更是天之娇女。谁稀罕要这3个拖油瓶？依我看，你带走他们，我们陆家就会崛起了。既然你如此厌恶他们，那便签个断亲书吧，免得陆家再有什么意外，你又没本事的怪在他们身上。哼，签就签，省得我陆家崛起那日，这3个小畜生再打着血缘血亲的名义过来找我们收留。好，这是你说的，别后悔。到时候你可别带着这3个小灾星找我哭，求我要你。这年头嫁人又离了夫家的女子，那可是条可怜虫，谁看见都要配上几口的。你签不签？好慢呐，我都饿了。吃就知道吃，怎么不吃死你？陆明轩签好后丢在地上，滚吧，从我家滚出去！苏锦轩可悲地看着他。1、2、3，来了！什么来了，妹妹？坏爹爹和坏姑姑该到时辰刷公桶和猪圈啦。陆大人，陆小姐，该干活去了。出了大门，小奶豆悄悄拽住特助明熙先生。你给我娘亲写的离婚协议书非常好，我给你奖励。这是我的宝贝，一般人我还不给呢。听闻古代宝贝多，莫不是价值连城的奇遇，还是失传已久的藏宝图？要发达了，要发达了！只见他从牛皮纸袋里掏出一个猪蹄子，
还是个啃了一口嵌着小牙印的猪蹄子。这个是我让厨师伯伯做了个新烤的大猪蹄子，老好吃了，我送给你。我是不是最大方的仔仔？你别哭啊，不要这么激动，你喜欢我再给你。不用了，一个就够了。娘亲，咱们要去新家吗？娘亲还以为你会觉得我们去外祖父家。我看到娘早就买好了一个超级大的房子。就你眼睛最精。陆大人啊，你的身上怎么这么臭啊？敢问陆大人几日未沐浴了？哦，瞧我这记性，差点忘了，陆大人最近在刷猪圈呢。臭死了，滚到下面站着。陆明轩站着听朝臣们的话。怎么越听越不对？和他统一战线弹劾苏家的大臣们，怎么逮着苏家使劲夸呢？张大人，你不是说苏老将军偷偷练武，有谋反之心吗？谁说练武就有谋反之心呢？人家苏老将军那叫强身健体。王大人，你不是说苏云战对着皇上做法，诅咒皇上吗？屁！陆大人少胡说，苏大人那是为皇上祈福呢。你们这群狗东西，敢在朕的面前满口秽语！来人，扒了他的朝服，赏100大板，丢出宫去。朝事在陆明轩的哀嚎声结束。皇上可是个人君，还差人把陆明轩抬了回去。我的儿啊，你怎么被打成了这样啊？我好恨呐！这都背叛我！正嚎呢，官府的人又来了。陆大人，该干活了。天杀的，我儿都啥样了，还让我儿干活？我说你这老婆子好不讲理啊！又不是我让你儿子变成这样的，你跟我嚎个啥呀？有本事找皇上嚎去！大人，我今日身体不舒服，能否宽容，免了今日的活？自是可以，只是不干活要守规矩。什么规矩？旷工1日100大板，请假1日50大板。快给陆大人上板子！还打？再来50大板，怕是会残疾啊！陆明轩强忍着疼，西行一点点往外爬，爬得他满头大汗呢。我去干活。爬到了门口，爬到了一间新开的酒楼时，忽然听到了熟悉的声音。娘，听说这酒楼需要提前10日预定。哇，有吗？我就是昨晚过来遛狗，顺便跟掌柜的说了一下，今天来吃饭呀。苏锦轩他们沉默了，对视一眼。女儿比他们厉害。贱人，竟然让这么多贱人看到了我如此狼狈的样子。苏锦轩他们吃饱喝足，没心思理会前夫，前爹过得如何。又过了几日，到了陆明轩还嫁妆的日子。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有人要找死，我也没办法。还钱！还钱！我不还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哼，我要对付你了，你小心点儿。奶豆子掏出了好多黄了吧唧的圣旨，一指啊，这是皇少伯伯的，这是太后祖母的，这是长公主的。陆明轩一一看去，不还嫁妆，没收陆家房产；不还嫁妆，贬为百姓。陆明轩包括陆家子孙永不得考取功名；不还嫁妆，这些条条框框像个大牢似的，死死地框住了陆明轩。爹，快还吧！儿子明年考试，你想坑死儿子吗？等儿子做了武状元，做了朝臣，那些钱还算什么？没钱，去借印子钱啊！
陆明轩的脑子要爆炸了，只想解脱。他踏进了那一步，拿到了印子钱。拿了这钱就当提前给你们烧纸了。不听，王八念经。皇上，去年至今年这段时日，我们大寿的命盘的确在斗转星移，似有一个巨大的漩涡，而漩涡里正源源不断地冒着混杂的气息，这些气息已有少部分飘在大寿中间。那这些气息是什么？可否对大寿有害？恕微臣能力薄弱，不曾探得这些气息都是什么。至于对大寿是否有害，还是要观察。这话才说完，苏云战眼皮猛跳。皇上，我感受到气息了。快，速追！他们抄起满脸蒙圈的小奶豆，来到了一座依山傍水、风水极好、灵气极浓的地方。这里好熟悉呀！皇上，龙脉是我大寿的根基，别看龙脉完好无损，但实则灵气不足。龙脉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这口泉眼。曾经这口泉眼的玉心中间流窜着丰润的金色，可现在这泉眼的金色越来越薄弱，待着金色消弭之际，便是按说无妨，便是大寿亡国之时呗。我早就看出来了，所以存了好多的钱，我打算跑路呢。朕的大寿亡了，朕也不想活了呀。本以为小奶豆会哄他，却不想你翘辫子了，你的席是不是更大？太勇了，竟敢吃皇上的席！你还是别死了，你死了只能吃一顿，你活着我能吃好几顿呢。泉眼一事有无解决的法子？微臣曾翻阅过古书，泉眼枯竭后，唯一的解决法子便是让泉眼复活。泉眼复活？怎么复活？微臣还要翻阅古书。那就翻吧。别怕，皇上的真龙命格和龙脉泉眼息息相关。如果皇上颓废了，没有掌控好江山，那泉眼枯竭得更快。对，不能颓废，不能让大寿毁了。朕回去下一道圣旨，你和你三弟找些可靠的人隐蔽在附近，防止可疑之人入侵。是。你们也知道我修道很久了，也算是有两把刷子了。今日我为咱家呱呱补了一卦。呱呱呀，有大劫，我疼呱呱，不忍看他有血光之灾呀。呱呱怎会有血光之灾？那怎么办？我亲自为呱呱办法事，只是我可以出人，但钱方面我真是……钱方面不用担心，我没有，我家没钱，你出去。呱呱，不得无礼，他可是你祖父。不是啊，他不是，他是冒牌货。祖父是冒牌货呀，被人用了咒术，故意让祖父找我们说这些话，目的就是为了骗我们家钱。骗我的感情行，骗我的钱不行。他假祖父，鬼在。我们要不要请驱邪的？什么驱邪？什么假的？不孝的东西们！小奶豆捞起地上的铲子，一铲子拍晕了陆老爷子。我乖孙儿啊，我被他们算计了，他们让我坑你啊！我知道我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我控制不住进去呀！我离家这段时间，我那败家儿子跟我离了心，也不听我的了，他们娘们几个开始利用我害你们呀！大头，下雨不成，你听仔仔的。
怎么样啊？骗到要到钱了没有？他们信了没有？信了，说今日时辰太晚了，来不及了，明日会带着银票来的。蠢货，就知道让他去，能办成这件事。这下我们有钱了。陆菲儿美滋滋的。拿到钱，先把印子钱还了，不然滚得越来越多。陆家人一夜好眠，早上天才亮，饭还没吃完呢，陆家人便毫不留情地把陆老爷子撵了出去。过了1个时辰，陆老爷子才回来，手里拎着大大的袋子。走，先去还印子钱。儿啊，你还完印子钱，能不能带娘吃顿好的？最近这肚子没有油水呀。夫君，给我买身衣裳吧。爹，我看中了一把剑。买，都买。还钱，把你们东家叫出来。叫我们东家出来，那可是要一次性还清的，不然耍了我们东家，那可是要挨揍的。我现在穷的就剩钱了。没多会儿，东家来了。听说你要一口气还清印子钱？对。哦，大气啊！啊！东家斜楞着眼儿，把钱袋子打开了，脸色大变，凶神恶煞的。啊！他娘的，你说我是不是？怎么会这样？我的钱呢？你个狗杂碎，敢拿死人钱给我，这是想咒我死吗？这么喜欢死人，不如自己当回死人看看啊！这东家一摆手，歪瓜裂枣的手下们乌乌泱泱上来了，照着陆明轩他们好一顿拳打脚踢。狗杂碎，限你5天之内还清所有印子钱，不然有你好看。说，这钱怎么回事？是不是让你这个老登给吞了？父亲，你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？现在陆家如此困难，你要为陆家着想啊！我说公爹啊，你可别胳膊肘往外拐呀！你和姓苏的他们再好，你和他们也不是一家子。今日不惜的搭理你，今儿个我倒是要问问，你怎么会无缘无故变成我的女儿？我哪知道啊，你问谁也问不着我呀。谁跟我说了实话，我便把银子给谁。你女儿早就死了，别做找回她的梦了。你再说一遍。我再说100遍也是如此。当年陆老夫人怀孕后，担心你去逛青楼，或是被别的女子迷惑住，便把身边漂亮的小丫鬟春花塞进了陆老爷子的房里。不久，这春花怀孕了，而且还生了个女孩。你曾跟陆老夫人说过，最喜欢女儿。这话可让陆老夫人焦虑了，生怕春花母凭子贵。闭嘴！你给我闭嘴！不许说！陆老夫人又知道你沉迷修仙，便找了个大师把你拐了出去，趁着这个时候搓磨春花。她病了也不给她看病，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她死了。春花的女儿呀，也就是你的女儿。陆老夫人啊，你这个狠心的发妻，把一块石头绑在了你女儿的身上，然后把她丢进河里，硬生生给淹死了。你这个发妻啊，就是狠。这个招数不但用在了你的小妾女儿身上，也用在了你的儿媳妇身上呢。只是你那前儿媳妇命好。你这个狠毒的毒妇，还我的女儿！你这个杀人犯，我要送你见官！我就整死你女儿了，怎么的？没有证人，没有证物的，你送我去见官，谁稀罕搭理你？告诉你，你现在得认命，人得往前看。你现在唯一的种可是明轩，你死了，得指望你儿给你送终。识相的话，赶紧把钱交出来。想要钱？做梦！告诉你们吧，你们在我身上用的咒术早就失效了，我压根儿没拿他们的钱。
你们也休想拿到他们的钱！你个老东西，你敢和他们耍我们？你是我爹吗？我可是你亲儿子呀！你这样白眼狼的牲口儿子，我不稀罕认。走过路过，不要错过，有人打老爹了！陆明轩伸手去抓陆呱呱，想捂住他的嘴，但陆呱呱的速度极快，滑溜的跟一条泥鳅似的，噌的从他手里跑开了。叔叔伯伯，姐姐姨，各位父老乡亲们，我前爹打他爹，打我祖父，帮帮我祖父吧，他快被打死了，打成2截了。真他娘的能胡诌啊！老百姓们都去了，动静闹得那么大，把官府的人都招来了。大家评评理呀，一句话不对付就打爹呀！小白菜呀，地里黄呀，70岁呀，儿子揍啊！陆大人，走吧。干什么去？盖戳。一听这话，陆明轩的腿肚子都软了。这是一个刑罚，在大说但凡不孝、不忠、欺辱女子、拐骗孩子的人都会被盖戳。盖戳是什么？仔仔可以看看吗？仔仔想见见世面。大硕难得有如此勤奋好学的孩子，将来皇上知道了也会欣慰的吧。幼崽屁颠屁颠地跟了上去。牢头和陆呱呱是熟人，知道他来观摩学习，甚感欣慰。哎，你来认认字，这是什么字？这个不是字，是画，是一个小人在劈叉。哼，想象力真是太棒了。牢头又指向另一个字笑。那这个字呢？这个我认识。看来呱呱是不屑认简单的字，这个难度高的字手拿把掐的呀。是土。等等，你说啥？孩子呀，你认字只认上半段啊？小人在土里劈叉。还是干正事要紧。他拿出刻着不孝的烙铁，咔的烙在了陆明轩的脸上，透明的杀猪声响彻牢房。你可以滚了。陆明轩愤恨地瞪了他们一眼，捂着脸忍着疼，猩红着眼跑了出去。干活真累呀，我走了。你啥时候干活了？乖乖，吃饭了。小奶豆攥紧拳，告诉自己要忍住，然后闷头进了房间。往常进了家门就先奔着饭桌来，真是怪了，有情况。他们跟着溜了进去，就瞅着小奶豆撅着小屁股把一个箱子从床下拽了出来。怎么想起来找书了？我要发愤图强了。以前娘问我要干什么，我好迷茫，现在我找到就业方向了。我要去盖戳，嘿嘿，拍花子就给他脸上盖拍花子的戳，不孝的就盖不孝的戳。但是盖戳我不认字呀，今天勉勉强强把不孝认成了小人土上劈叉。哎呀，得多认字。小人土上劈叉是什么鬼？好，我们乖乖出息了，小哥来教你。不过先不着急，我们先吃饭。对，不吃饱哪有力气学习？吃饱喝足，言之沐浴，更衣焚香。呱呱，我们从小哥，你就教我不孝、拍花子、不忠，这些字是哪些就行啦。啊，你只学这些，够吗？哎呀，够了。那还学什么？你这么一呼百应的，直接给人拿到手里岂不是更方便？
别看颜值嘟囔的声音小，可小奶豆的耳朵灵着呢。他好似发现了新大陆，眼睛唰的亮了，从座位上站了起来。干什么去？不是要上课？我不上了。我这么厉害，可以一呼百应，将来惩罚人的时候，直接让人把课资料纸递给我。我这张贱嘴啊！乖乖哦，宝贝呀，跟我回家好不好？哎呀，我撞死你个人贩子！肉包拱飞了男子，男子躺在地上，疼得他龇牙咧嘴的。你干什么打我爹？你还我爹！啊，爹？他是你爹？真的吗？如果你被绑架了，你就眨眨眼。你有病吧？爹，我们回家，外面有好多疯子。哦，疯子？是在说我吗？他百无聊赖地走啊走，忽然发现墙角蹲着个可疑的人，瞅他一眼，捂住脑袋往前跑。坏人，是坏人！别跑，我已经发现你了，你没有地方去了，赶紧投降！蹲墙角的人跑，小奶豆追，蹲墙角的人插翅难飞。怎么是你呀，祖父？我不是，你认错了。仔仔自己的祖父，仔仔怎么会认错呢？祖父是不想认仔仔吗？祖父没用啊，祖父不想给你丢人呐。走，回家说。他们都是畜生啊！我那个儿子说了，反正他已经被落了不孝罪名了，也不怕什么了。他们把我撵了出来，我知道他们想让我来找你们，这样他们就可以利用我来找你们了，我才不会让他们称心如意，所以我流浪了。那您和老夫人？他竟然想和离，我呸！我才不干！他个忘恩负义的大山炮，我和他没完。坏祖母如果是大山炮，坏祖父就是大嘴炮，都被戴绿帽帽了，还不休气，笨死了！祖父，你若是想和他们脱离关系，首要做的便是和祖母分开。祖母不是偷了那么多人，只要那些人出面承认，祖父的一面很大，爹那边就不用担心了。他脸上被刻了不孝二字，直接从衙门那里拿一份脱离血亲的断亲书就好。那些人怎么可能出面承认？我有办法呀！后天就是印子店东家管陆家人要债的日子，印子店的东家说要来收尸，咱们可以把这件事扩散出去啊，然后再让坏祖母的那些相好的过来。怎么回事？谁允许你们把这些晦气东西摆这儿的？是仔仔呀！仔仔听说有人要给你们收尸，特意买了几个棺材让你们睡。这是陆家吗？是呀。听说只要说说和陆老夫人曾经相好的事儿，就可以得2两银子。是的。我说，我和陆老夫人在芦苇荡里，我和陆老夫人玩过。陆老夫人出来了，跟个母老虎似的上来撕巴他们。你犯了7出，我要休了你。自你脸上被烙上不孝印章，我们早已不是父子关系了。陆家人怕是再傻也看出来这是个计了，而且看样子是陆呱呱设的计。一个孽种，今日我要让你怎么来到这世上的，就怎么回去！我他娘的撞飞了你们！敢打我老大，我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。他是你老大？不该问的别瞎问。看这样子，钱是凑不齐了。老子说收尸可不是随便说说的。转一圈，眼睛落在棺材上，又一顿猛夸。
我老大这棺材买的太时候了。哼！来人，把这几个东西塞进棺材里，不还钱，全部活埋。我有钱，我要还钱，救我出去，我给你钱。你给？少跟我玩文字游戏！怎么着？你想只还你的那份啊？那根本不可能啊！必须还所有的钱，否则你们一起死。继续。我给。路菲尔闭了闭眼，那些钱是他从韩族带出来的，本想留着给自己一个后路的，可现在看这样子，若是不拿钱，怕是小命都没了。算你识相。印子店东家只给他1日的时间，说罢便走了。既然是我花了钱把你们的命捡了回来，那么就要听我的。这个贱人勾搭了儿子，又勾搭了你，害得我儿子丢尽了人。你要是想活，想让我出钱，必须弄死他，否则我也豁出去了，大家就一起死吧。不要，我怀孕了，肚子里有你们陆家的孩子了。谁知道到底是谁的孩子？与其这般纠结，不如送你们上路。陆明轩为了活命，根本不在乎其他人。大手掌狠狠地抓住江雪的脑袋，使劲往里按。江雪从剧烈挣扎到失去挣扎，还真是够狠呐。老大，这些钱都是路菲尔的。你爸，那这个是说好的辛苦费。谢谢老大。印子店东家喜滋滋地走了。娘，给。乖乖，你什么时候成了他的老大了？这钱是怎么回事？因为我以理服人呐，帮他打跑了仇家，所以他帮我榨干坏姑姑的私房钱。我真是最聪明的崽子。但是不能告诉娘亲，因为崽崽可纳，讨人喜欢呀。好吧，女儿有自己的秘密，要尊重她。早上，小奶豆抓住了要偷偷离开的祖父。祖父不乖。你爹娘都和离了，我这个当祖父的不好总住在你们家，说出去对你娘的名声也不好。祖父信崽崽吗？信呢。祖父插着，然后走啊走啊，就到了。好嘞。和小孙女告别后，陆老爷子好奇地打开纸，看看我孙女儿要让我去哪儿。这鬼画符一没写地方，二没画路线呢，这可怎么走？算了，我还是自己找地方吧。夕阳西下，陆老爷子一抬头，一束金光洒在了匾额上，匾额上刻着金光寺3个大字。原来乖孙给我的是引路符啊。呱呱小友飞鸽传书说，有一位贵人今日未时一刻到来，果真分毫不差。舅舅来了呀，有事儿吗？吃饭吧。哦，没事，我就是过来看看你们。原来二舅舅是想找死去呀。二哥，你不对劲儿，和寻常不一样。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你若是不说，我和爹娘还有大哥他们便跟着你一块儿去了。别去。苏北岩觉得自己好欠，明明决定直接走的，可脚好似不听使唤。他不知道的是，只要跟小奶豆有血亲的人，但凡遇到了事儿或是危险了，便会让他们自己靠近小奶豆。我儿赵峰被人掳走了，帮妃来信说要我去大英山。风儿被掳走了，你们一向把他保护得很好，怎么会这样？二舅舅，你知道是什么人掳走了风儿吗？来信的人称是青龙帮的人。青龙帮？那个大硕第一江湖帮派？才不是青龙帮的人掳走了他呢，还是韩族的人掳走了人，然后呢故意嫁祸到了青龙帮身上。
竟然是韩族。二舅舅好傻呀，看样子还不知道是二舅母把儿子交给了韩族做人质呢。二舅母就是为了让二舅舅以身犯险，从而达到韩族的目的。唉，韩族和青龙帮是死对头，韩族掳走的人既可以达到创飞苏家的目的，又可以让苏家和青龙帮为敌，简直是一个石头两个小鸟。二哥，我总觉得这件事有奇怪的地方。青龙帮和苏家无冤无仇的。不，海安曾经扫过青龙帮。原来是这样。可说句难听点的话，要绑也是绑三哥他家。小妹分析的有道理，我去查一下。而且苏家可是将军府，四周守卫森严，谁能胆大包天的进来绑人，也许是内贼。咦，娘亲和二舅舅怎么忽然智商在线了？难道是……苏景轩、苏北岩的心跳得厉害，紧张的互相对视。难道是看过呱呱之后，被呱呱的聪明劲传染了？看来自己是高估了呱呱的智商。小妹，我回去调查调查凤儿被绑架一事。二舅舅，我也去。你不能去。你不让我去，我现在出去剪头发。反正还没出正月呢，看看二舅舅是想要什么样的死法。冰云，我已经问话了你房里的丫鬟，丫鬟说是你抱着凤儿出了门，而且出门之后就再也不见她。夫君，你在胡说什么？听你这话的意思，是我害凤儿失踪的，我可是她亲娘啊！你这般怀疑我，还真让我寒心。我知道你从温泉那次事情之后，别看我不顺眼，不信任我，你说想休我便直说，为何要往我身上泼脏水？原来二舅母在韩族是唱戏的呀，难怪演技这么好呢。哼，呱呱好讨厌二舅母，我要让二舅母打脸。青龙帮和苏家有仇，我知道你怕死，不想救儿子。你说二舅舅不想去救哥哥，那你去啊？你为什么不去啊？是不想吗？难道是二舅母把哥哥弄丢的？那你的信息大大的话，二舅母啊，我是个孩子，不会说话，你不会生气吧？谁弄丢凤儿了？小孩子没证据就不要乱说话。我有证据，你等着。呱呱小祖宗啊，这位龙爷该不会找上门来吧？找上门，太好了！果然，天才的脑回路和别人不同。嘻嘻，去王婶铺子吃个肉包子，回家睡觉觉。你去吗？我不去，吃不下。嘻嘻，不去更好，去了还要多交一份钱，要万一我不够吃呢？明熙嘴唇抽搐，他看着寻人告示的词。青龙帮龙爷爷，你岁数大了，眼睛花了，满脸褶了，牙齿掉了，走不动了，你该退位啦，我来当帮主吧。你看我干什么？看你吃东西的时候像一朵食人花。食人花？有意思，那我第一个吃了你。你吃不了我，你的嘴太小，我的头很大。那我就把你剁碎了吃掉。哼，看，这就是个小屁孩儿，怕了吧？他们青龙帮好像野人呐，他们还觉得挺骄傲的呢。是不是该离他远点啊？我都已经计划好了，才不要当野人呢。
也没见他张嘴说话呀。那么这声音是从哪儿传出来的呢？小孩儿，你得罪了我，是要去我家里当奴隶的，你要不要跟你家里人说一声啊？我能换个方式让你抱吗？你可别想跑，你跑不掉的。小奶豆奇怪地瞥瞥他，绕到他身后，双手双脚往他后背上扒，像个树袋熊似的趴在他身上。小屁孩儿，我凭什么背你呀？因为你吃光了我的饭，我没力气走路了，这是你的问题。好，是个狠人。龙爷，这是你拐来的孩子，打算吃了？吃，就知道吃。到了呀。在我龙爷背上睡觉也就罢了，竟然敢流口水，小东西，我看你是找死啊！你睡觉不流口水吗？你如果睡觉流口水，我打你哦。说完，小啾啾一甩，看着龙爷，我要住哪？你自己挑，不过我要警告你，你挑错了房间，去了不该去的地方，可是要付出代价的。陆呱呱看了一圈，直接朝门脸最大的房间走去。小地刚，这可是我的房间，你难道不认识挂在门口牌子上的字吗？不许进入。小奶豆认识不字，他想了想，从地上捡了一块石头，垫起了脚，捏着小石头把不字蹭掉了。这一下我可以进了。今天我走的累了，要休息啦。你有啥事儿明天再说吧。等等，小奶豆，你起来给我说清楚，谁走了？你怎么走了？要是没记错的话，是我全程背着你走的吧？第二天早晨，龙爷才出去便被一张猪头脸惊住了。龙爷，是昨日你带回来那小恶魔，我昨晚睡得好好的，我忽然被这小恶魔打响了，一大早我这脸……昨天说好了，流口水就打。次娘的，我这张贱嘴！你困吗？不困，怎么了？我们唠唠。你还要跟我唠唠？好，我看看你能跟我唠个啥。你等一下。小奶豆去而复返，手里拎着2个东西。龙爷挑眉，他遇到的都是和他喝酒碰杯的人，这还是头一次和一个小孩子喝酒呢。削个花生豆。唠啥？唠吧。你抓小孩，想有人养老送终？谁抓小孩了？我抓那玩意儿干什么呀？我抓你是因为你挑衅了我。说着拿出那张寻人启事，说说吧，为什么用这种挑衅我的方式找我？因为你抓走了我的表哥苏兆峰。苏兆峰？苏家的孩子，你也是？对吧？我？你想掐死我？一个小孩？我会欺负小孩？还有，是不是苏家没事找事啊？自己丢了孩子，怪在我头上？怎么着？是不是苏家找死啊？我找你就是要和你一伙儿，有人陷害你，挑拨我们好朋友的关系。谁陷害我？是韩族的人哦，他们说你抓走了我表哥。就是那垃圾种族。他们破坏你的名声。这小玩意儿挺聪明啊，要利用我办事。我帮你报仇。你个没桌子高的小东西，你怎么给我报仇啊？你知道韩族人在哪吗？你是问他们的聚集地？我就算知道又如何呀？我们现在井水不犯河水。原来你怕，你是龙还是虫？青龙帮帮主是个胆小鬼呀，
为什么要叫青龙帮？应该叫青虫帮，嘻嘻，应该叫虫爷。这个小孩太狂妄了，敢和陌生人走不说，还敢骂人。也许应该趁这个机会，让他体会体会人的恶。这就是寒族中的中层砥柱，里面住着寒族曾经的朝臣和千金少爷们。那这小东西啊，你是进不去的，这里守卫森严，你贸然进去可是要挨揍的。你跑得快吗？当然，老虎跑的都没我快。你一会儿抱着我跑快点儿。行吧。小奶豆从挎包里掏出一个火雷。你随身携带这玩意儿干什么呀？小奶豆扒了一下他腰间的佩剑，反问：你随身带这个干什么？防身呢。我也防身。他第一次见着用火雷防身的，他果然勇。小奶豆一口气拿出4颗火雷，吧唧丢进了粪坑里。抱我跑呀！龙爷忙抱起小奶豆，就跟被野狗撵了似的，肉的跑得超远。随后只听砰的一声，攻防炸了，快来人呐！哎呦，好他娘的臭啊！这怎么回事啊？谁搞的鬼呀？那现在要干什么呀？等着吃宵夜。幸亏我没去收拾室，恶心死了，还想休息呢。被叫醒真是烦人。不过做饭也比收拾室强。他中途自言自语说要摘点小葱，一提到吃，小奶豆瞬间化身顺风耳。他悄悄钻出去，极快地摸了4个包子、3个鸡腿、1把小肉丸。挺能吃啊！终于知道你为什么长成小奶豆了。陆呱呱也不反驳，给了他3个包子、2个鸡腿、1大把小肉丸。给我那么多，你够吃吗？你抱我累，你是大人，要多吃。这眼睛好像要尿尿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他娘的，做完大人的还得做小孩的。看来能找到表哥在哪儿了。他想到了个法子，小手砰砰拍门。做饭大婶果然被吸引了，骂骂咧咧地过去，一个玉佩荡在眼前。你要送饭的小孩在哪儿？带出来。催眠后，小奶豆要走，龙爷要跟上。你不能去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江湖老大，我不想让你被人笑。你一会儿悄悄溜出去。他娘的，眼睛要喷泉了。我没脸，自然不需要那玩意儿。我不吃，就不吃，饿死我吧！我是不会让你们伤害我爹爹娘亲、大伯叔叔、祖父祖母他们的。在乎的人还挺多。你就这么单枪匹马的过去？不然啦，偷偷摸摸，为什么？这奶娃娃太对他的胃口了，手好痒，能不能拐回家？你谁呀？谁家小孩跑出来了？我爹是王大臣，让我来找你们说点事。小奶豆随口诌了个爹，并朝他们摆摆手，示意他们弯腰。俩守卫鬼使神差的低下头。小奶豆掏出早就准备好的迷香香熏包，往他们脸上一晃，俩人齐刷刷昏了过去。你谁呀？我找他，带他回家。来人！龙爷一个过肩摔，把婢女摔晕了。你有点眼熟。我你妹！你咋还骂人呢？我表哥该不会被关傻了，弱气占领高地了吧？你咋我的嘴！刚想问他怎么闭着嘴还能说话，嘴巴子好像被雷劈了下。你认识苏北岩不？那我爹。那我舅。你认识苏景轩不？那我姑。那我娘。你真是我妹啊！你
哎，我知道了，你也被抓来了。回家。回不去了。小奶豆看向龙爷，眨眨眼。我累了，抱不动。才不想抱这个鼻涕虫呢，鼻涕该凑我身上了。这可是松鼠狸给我买的新衣裳。他被嫌弃了，于是用最大的力气把鼻涕吸了进去。陆呱呱更嫌弃了，要是敢把鼻涕留在我身上，我就把你爹当成鼻涕一样甩到粪坑里去。我操，这谁啊？他比韩族的人都吓人呢，他感觉是我爹的仇人呢。我堂妹才跟他在一起，是被绑架了。难道是？该不会被策反了吧？来人呐！有人闯进咱们寨子了，还把苏家人给劫走了。龙爷也来了。快走呀，他们臭。赶走？能竖着走出韩族的寨子，我们倒立吃屎。陆呱呱摸出明熙给他做的口哨，咬在嘴里吹了一下。哨声响，只听外头响起此起彼伏的野兽嚎叫声。狼？哪来的狼啊？还有老虎、豹子，还有狮子。蛇！我身上缠了好多毒蛇。哎呀，我的脑袋好像要被老鹰啄出了好多洞啊！疼死我了！救命啊！一只漂亮耀眼的老虎摇着尾巴飞奔过来，脑袋顶上还趴着一只狗子。我们回家。我呢？你说比老虎跑得快呀？你俩比比。小奶豆还挺记仇。小奶豆前面跑啊，龙爷后面追呀。龙爷跑到一半，看到前面空空如也，拧着眉。小奶豆跑了，丢弃不要我了。不知怎的，莫名的心里生出一阵阵失望。你想平平安安的回家，必须用你的妹妹来换。苏兆峰吓傻了，瘪着嘴不敢哭。一推开铜钉大门，院子里空空如也，也没有人回来的痕迹，连半个脚印都没有。小鼻涕虫，我这就给你爹写信，用你的命来换小奶豆的命。你别吃我肉不好吃，又酸又老。你吃我妹比我小，烤着吃蒸着吃都行啊，可嫩了啦。从灶房出来的陆呱呱顶着烂糟糟的头发，小脸灰秃秃的，活像偷地雷似的。还以为你的胆小鬼跑了。你输给我的老虎啦，没他跑得快。好歹是个森林之王，怎地被你养得娘娘们们的，不如给我养。才说完，便见向来坚强的小奶豆哭鼻子了。不许哭，别回去。还哭？不要你的虎啦，逗你玩呢，哭什么呀？小奶豆这才用手背抹掉眼泪，然后抓起龙爷的胳膊，在上面咬了一口，都咬出了一圈牙印。这么浅呀？你肉太硬了。拿，我烤的。龙爷觉得这是他吃过最美味的食物。妹，我也饿。你呀，让他吃我。妹啊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哦。我又不是观世音菩萨，哪会放弃自己的命啊？话听着没错，陆呱呱还是哼了声。妹妹，好妹妹，下次的，等下次的。大不了下次咱再遇到坏人的时候，让坏人先吃我，让你比我多享受一段活着的时光。妹妹，我最爱你了，你真可爱，真漂亮，还聪明。哎呀，天下怎么会有你这么完美的人哦？不愧是未来的小奸臣呐，这油嘴滑舌的。他是小奸臣？奸臣怎么会呢？他还想和爹爹一样做个正直的人呢。
妹妹该不会搞错了吧？哼，看你勤快，给你吃吧。龙爷把苏兆峰塞进了一个房间里，并吓唬他：你已经是个成熟的小孩了，我在你这个年纪都能出去干仗了。所以你想警告我什么？很识趣嘛，小伙子。男女有别，你要是再跟黏糊怪似的缠着小奶豆，我不建议把你当一条鼻涕虫给甩出去。你也是男的，你也黏着我妹妹。我跟你不一样。龙爷刚想说他是长辈，亦师亦友的，结果就顺着他惊讶、复杂、怜悯的眼神看了过来。我不是太监，小东西，停止你的乱想，否则我让你爹来给你收尸。一日清晨，有俩幼崽还真是吵啊，不过这种热闹的感觉还真不错。妹妹，快漱口！妹，我来给你擦脸。妹，不许黏着他。我不是黏，是照顾。哥哥照顾妹妹，这是我们苏家的家风。我要把你打漏风。苏家的人趴在咱家对面的树上偷窥呢。你个大嗓门，你再大点声，全天下都能听见了。按照原计划进行。龙爷见陆呱呱不吱声，挑眉。看来小奶豆跟我产生了感情呢，都不在乎苏家了。我家大门常打开，开放怀抱等你。在这怪异童真的歌声中，大门开了。完了，这把算是完了。不是苏家死，就是龙爷亡啊，姓刚啊。大舅舅、二舅舅、三舅舅，家里做啥好吃的了？做的都是你喜欢吃的，都是肉。你请我吃饭睡觉，我回请你。当韩族的人看到龙爷他们堂而皇之的进了苏家，看苏家就是个狗屁玩意儿，还是被龙爷拿下了吧？就是，龙爷太狠了，正大光明的挟持了苏家人，就这么胆大妄为的进了苏家。看来是里面有内应，外面有部署，全都部署好了，咱们等着渔翁得利吧。来人！来不了了。不怕。二舅舅怎么嘴瓢了，连话都不会说了？难道是因为苏家很少请人吃饭，所以不懂待客之道？那可不对，我得好好教教他们。外祖父，可以开饭吗？行，先吃饭。我闻到了饭香味儿，还有酒味儿，怎么还有笑声呢？不对呀，这不太对劲儿啊！妹我，他欺负咱家人，打死他，干死他！陆呱呱捂住他的嘴，真不在乎家里人。一摆手，射箭手准备就位，朝墙头射去。你别死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往你鞋里放虫子，我不该往你饭里放狗毛，你别死啊！射出去的箭头根本没有射出去的机会，统统掉在了地上。龙爷神色诡异，他捡起地上的箭头，一捏就碎。你把捏的。吓死我了！走，我们回家。你敢走，我杀了你。1、2。你为啥数数啊？什么？你不跟我一起走？你想我拉手手？他娘的，杀意全显没了。你们也想来我家吃饭吗？但是我和你们不好，不能请你们。你们可以换个地方吃饭。正纳闷换什么地方呢，官府的人乌泱泱围住了他们。你们绑架朝廷重臣之子，还视奸朝廷重臣之家，意欲害人，犯了重罪，带走。拜拜。别抓他们，要抓就抓我，因为这件事我是主谋，是我。
在胡冰云即将说出口的时候，小奶豆忽然抬手捂住了苏兆峰的耳朵，还用小小身体挡住了他的眼睛。我早就知道我娘不要我了，是她把我送给坏人的，她生了我又要杀了我，我们扯平。苏北岩看着儿子故作坚强的样子，心里绞得疼，想追上去安慰。二舅舅，你别讨人厌，让表哥哥自己哭哭去。苏锦轩这贱人还真是放荡啊，同我分开不到半年便开始找下家了。我倒是要看看是哪等野男人敢要我陆明轩不要的烂货。你们这对奸夫淫妇！你个猪腰子脸，你谁呀？是仔仔的爹爹，爹爹打仔仔，骂仔仔，不给仔仔饭吃，不让仔仔睡觉觉，所以仔仔变成了小地沟啊！你个小兔崽子，你啊！陆明轩被龙爷踹飞了出去。退！你凭什么打我？我在教育我自己女儿。你女儿？不好意思，现在她是我的女儿了。你女儿？你问问她敢叫你爹吗？爹！龙爷的心像沸腾的火，一把将小奶豆抱了起来，还转了个圈圈，超大声的应了声。你叫他爹？你和苏锦轩何时搞到一起的？我就说苏锦轩怎么猖狂起来了，原来找了个流氓头头。狗杂碎，收起你那肮脏的思想，我只是他的爹。别以为谁都像你似的，离了女的活不了，什么样的破烂都爱收。你们来我家干什么？呱呱呀，这么久没见，姑姑都想你了。你不是我姑姑，不要跟我套近乎。呱呱，听说你前儿把一些好人送进牢里去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这样做是不对的，他们都是好人，送好人坐牢就说明你是个坏孩子。听我的，要是想当好孩子，就写一封谅解书、认错书，把他们放出来。你的脑子是不是病了？要看郎中吗？你说什么？你有病！我为什么听你的，当你的好孩子？你是老几呀？你认识那些坏蛋？不认识，单纯想做好事。哦，那我给你个机会，你儿子在找你。苏峰，哪儿呢？娘救我！娘，长公主她变态，她神经了。她怎么了？陆星河难以启齿。哇，长公主和陆星河每天玩的好花呀！长公主每天都给陆星河喂药药，然后整日拉上帘子，发出叽里哇啦的声音。这是什么声音呀？哇！没想到长公主看着温柔，居然那么厉害，竟然让陆星河脱光了，脖子上带着狗链子在地上爬，而且还用鞭子抽他呢。哇！陆星河身上的烫伤都是长公主用蜡油滴的。祖宗啊，你能不能给本宫些面子？说呀！我想长公主人和善良，想来这其中有什么误会。她喂我吃春药，用鞭子抽我，让我睡狗窝，还往我身上滴蜡油。长公主，驸马身份尊贵，你怎么能这么折辱她？身份尊贵？哪里尊贵了？你在说笑吗？她的尊贵都是本公主给的。当了本公主的人就是驸马，若不是本公主的人，那就是野马。你选一个吧，是选你儿子，还是选那帮坏人？你什么意思？因为我很厉害，可以救其中一个。
你想救你儿子，还是那群坏人？难道就不能都救吗？你怎么那么恶毒？明明能救2拨人，却只救1拨人。哇，我好久没遇见过这么臭不要脸的人了，想道德绑架我，别说门都没了，窗户都没有。你个母杂碎，敢这么跟我的闺女说话，你是不要命了是吗？龙爷，我娘不会说话，饶了我娘吧。小奶豆咳了一声，计划还要进行了。龙爷放开他，娘没事吧？娘，你要把握好这次机会呀！你选儿子，选了儿子，儿子会好好对你，孝顺你，给你长脸的。我做好选择了，我要选择那群人。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不选我？我可是你的亲儿子。我为什么要救你啊？救了你，你还有什么利用价值？你不受长公主待见，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好地方，你的伤痕让我感到羞耻。你就算跟长公主分开了，你以为你是人中龙凤吗？大硕有规定，只要做了驸马，无论结局如何，都不许参加任何考试，也不许朝堂为官。我救了你，你除了多占一个房间，多吃3顿饭，还有什么用？我没用了，我是废物，我被所有人抛弃了。娘，我会报答你的养育之恩的。小奶豆写了封谅解书递给官府，官府呢又递给了朝廷。皇上看到信，若有所思地薅着几根胡须。选呱呱入宫。他才不是不懂呢，而是想呱呱了。唉，皇上离了呱呱姑娘，好像降智了呢。呱呱，气气了，谁惹了？朕揍揍。你，朕，我来你家，你不让我吃饱饱。这冤枉呀！是你娘特意给朕写了信，说是得控制你的。完了，一激动秃噜出来了。哇，坏娘亲！呱呱，你告诉朕，这谅解书怎么回事？朕今天让你吃到爽。我可不是馋啊，也不是为了你那口吃的，我是善良的好崽子，只是为了帮你。听我三舅舅说，有个不要的火药房。那处本是和皇家合作的火药商开的，给皇家制作火药，但被朝廷发现他偷偷贩卖火药，便被朕强行停了。那火药商在狱中自尽了，火药房便搁置下来，里面的火药有成品、半成品，存放的时间太长了，也不能用了，不然太危险。不危险，让坏人们走过去。皇上不是要面子、要名声吗？关了韩族的人也不敢处死，怕被人说是暴君。可是如果他们是不小心被炸死的呢？那只能算他们倒霉了呀。还得是呱呱呀。这要是他闺女就好了。太好了，我韩族的人可以保住了，只要人在才有希望。没想到陆呱呱那个贱丫头说话怪好使的。娘，我才应该是最厉害的，是陆呱呱这个贱丫头偷走了我的好运气。云凤别着急，等咱们韩族崛起的那日，娘亲自把这小贱丫头的脑袋摘下来给你。好！林云凤高兴的直拍手，她忽然尖叫：烫死我了！你个死老太婆，端茶都不会，想烫死我呀！我踹死你，我踹死你！别打我，别打我！陆菲儿，你干什么？你就是这么教育孩子的？懂不懂什么是尊老爱幼？我韩族只有胜者为王，没有尊老爱幼。陆明轩，
你现在没有官没有钱的，还住着我的房子，你是想造反吗？我韩族的灵长大师傅马上要回来了，你要是还想有一席之地，最好学乖一点。陆明轩的手攥成拳。是啊，他现在像寄生虫似的依附着陆菲儿，他有什么资格说这些屁话？3日后正是放韩族出牢的日子。你们是什么身份，你们自己清楚。走阳关大道你们不配，赶紧滚！他娘的，狗杂种！等我韩族崛起的那天，我想走哪条路就走哪条路，我让你们大树的人跪地迎接我们！他们抱着把大树人踩在脚下的幻想，猖狂地朝前方走去。只听细密的小声的呲呲呲的声音响了起来。哎，我好像闻到了奇怪的臭屁味儿，好像是炮仗的味道。什么炮仗味儿？我看是你放屁了吧。一大团蘑菇云轰然而起，瞬间淹没了尖叫声。快，上奏大人，就是废弃的火药封炸了。那这韩族人真倒霉，咱皇上仁慈，把他们从牢里放出来之后就被炸了。听说韩族人以前昌盛的时候特别没人性，活埋咱大硕的百姓，五马分尸，严刑拷打，还活生生把婴儿从肚子里挖出来呢。那真是活该呀，炸得好，老天爷都看不过去了。没多时，负责此事的大人来了。火药方存放已久，忽然炸了，此乃天灾。贴上告示，让家属前来认尸，只有3日的时间，如果超过了这3日，便由朝廷处理了啊。灵长大师，你为何要拦我？因为你蠢。韩族已经覆灭，朝廷竟还出了一纸告示，让韩族的家属出来认领，这不就是等于让韩族的人自投罗网吗？你曾是我们韩族大王身边的红人，军师啊，现在的韩族的男男女女皆听你指挥，你想自投罗网吗？但是近段时间你真是太让人失望了，你做事为何总是频频出错？我们的人不断的夭折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苏家可是我们的头号敌人，当初就是苏家带头扫荡了我们汉族。你常年潜伏在陆家，就是为了一举击溃苏家，可你看看现在，简直是一败涂地。灵长大师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。我已经给陆家人洗脑洗得很成功，他们都对我言听计从，包括我的孩子们，信了我是灵母，也信了他们是灵子。灵长大师，你当初说只要我想法子撵走苏景轩的孩子们，让我的孩子们鸠占鹊巢，就能吸走苏家孩子们的气运。可是自打陆呱呱出生之后，一切都变了，失去了掌控，我们越来越倒霉。看来这个陆呱呱是个关键点啊！有机会我一定好好会会这个陆呱呱。那我们的族人都死了，也就不中用了。他们叽叽咕咕的，直到走都没发现房顶上有人。看来把大鱼引出来了。呵呵，回家。接连3日都无人来认领尸体，官府的人登门了。苏锦轩挺纳闷的，这呱呱一事，呱呱何时成了朝廷重臣了？呱呱姑娘，皇上让微臣来找您，这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陆呱呱躺在美人榻上，嘬着奶议事。呱呱大人果然聪慧啊，明儿个我们就启程。别忘了叫我啊！一个大牛车拉着满满一车半了颗鸡的尸体，浩浩荡荡地进了最初发现他们的寨子。狗皇帝算是个人，让咱们韩族的兄弟们魂归故里了，可以安心了。我知道，
这地下有宝藏，我们挖出来就是我们的了。跟踪的韩族人穷怕了，一听宝藏，大脑跟灌了粪似的，只有一个想法：这是我们的宝藏，抢回来！一群人智商太高的样子，乌乌泱泱上来了。好了，我又找到了好多坏人。人呐，切不可贪心。老天爷，这是陆星河，他是不是疯了？和自己的亲娘？他被公主休了之后，就神经不正常了，不但跟4个壮汉天天搅和在一起，而且还对自己的亲娘。你个畜生，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畜生东西？路飞儿慌忙用残缺的布料遮着自己的身子。噔噔噔，整齐划一的脚步声响起。陆星河，你犯了重罪，跟我们走吧。我不会后悔今天做的事，我的人生毁了，全要怪生我的这个人。他生了我，却不负责我的人生，那我们就一起毁灭吧。路飞儿崩溃的啊啊啊的叫着。陆星河的恶行十分恶劣，被皇上判处砍头。砍头之前，他想申请见陆松风，说是他们兄弟2人从小一起长大，十分亲密，想说几句最后的遗言。陆星河对陆松风说了几句感动的话，最后又来了个拥抱。忽然，陆星河狠狠地一口咬住了陆松风的耳朵。你个王八犊子！我的耳朵，我的前途啊！我的孩子。陆星河死的那天，陆家人压根儿没出现。人被丢在乱葬岗的时候，有一个神秘人站在他的尸体前。灵长大师，开始吧。大师，我要忍不了了。灵长大师拿出匕首，蹲下来，割掉了陆星河的耳朵。你们是亲兄弟，血肉是合的，久而久之会长在一起的。让这畜生的灵魂永世不得超生。那日我倒是看到了你们说的那位陆呱呱，我试图窥探他的命格，却一丝不曾看到。他的身上有很浓重的灵气，我若是把这灵气占为己有，也是对我们韩族有大大的益处啊。灵长大师，可否分给我们一些灵气？近日我们霉运不断，如果吸了那小贱人的灵气，只要你们想法子在下个月的月圆之夜把他引到韩族的地界，我可以考虑赏你们一些。那小贱人太贼了，怕是难。灵长大师，可还记得我们韩族在破灭之时，无意间拘过一个魂？自然记得，那魂可不是一般的魂，他的魂体强大，乃是魂王。可是这魂一直在说什么灵什么权什么的，我也听不太明白。灵长大师，你说陆呱呱灵气浓郁，这魂王还整日念叨着灵气什么的，我想如果见到陆呱呱，也许会助我们一臂之力。这回算是长点脑子了。等魂王制服陆呱呱的时候，露出的灵气就够我们用的了。你谁？魂王正琢磨怎么和他介绍自己呢。你长那么高干什么？想把自己要90万？给我蹲下！魂王抿了抿唇，大块头慢腾腾蹲了下来。看你眼熟啊！你来干啥？有人把你的东西给了我，我闻着味儿过来的。闻味？你是狗子吗？一定是贼心不死的陆家人，想找人弄死我。你和他们是一伙的？我和你是一伙的。
这还差不多。我们走，让他们见识见识我的厉害。你们叫我什么事啊？陆呱呱，你娘是个蠢货，你怕是不知道自己是个邪祟，是个小灾星吧？自打你出生，你身边的人全都遭了殃，你难道不愧疚吗？今日便给你一个洗掉自己灾星的机会。哦，我不要，这个机会给你，而且我也不愧疚，因为遭殃的都是我讨厌的伤害我的人。听听你说的什么话？我是你爹，菲儿是你小娘，她的孩子们是你的兄弟姐妹，可是你却打爹骂娘，残害手足，现如今你还敢嘴硬，这等冥顽不灵的东西只能由大师处置了。陆呱呱，看在你是我女儿的份上，我不对你动粗，你自己坐在台子上。大块头，抱我上去，太高了，我自己不行。怎的感觉这魂王对陆呱呱格外好呢？好，大师怕是看错了，魂王机智，怕是故意用哄小孩那套哄他过来的呢。当真是这样？来不及细想，魂王和陆呱呱已经坐在中央。魂王，感谢您把这个小妖孽抓来，待事成之后，吾等会帮您寻找到您要找到的东西。魂王瞥他，这眼神让灵长大师心里一颤。大师，可以开始了吗？可以了，稍后魂王榨取灵气的时候，你们先不要着急，绝不能和魂王抢灵气，明白吗？自然是明白的。陆呱呱朝魂王挤回眼睛，灵长大师嘟嘟囔囔屁话一堆，空中飘着浓郁的灵气。路菲尔他们兴奋坏了，按照灵长大师的法子操作。闭上眼睛再睁开，陆明轩听到了路菲尔的尖叫声。鬼叫什么？你的头发！我的头发？啊，这是怎么？啊，你的头发怎么也……我的头发呢？再向四周看去，除了魂王和陆呱呱，其他人都变成了大光头。灵长大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灵长大师摸着自己的光头，猛地看向陆呱呱。陆呱呱笑脸严严的，活脱脱小狐狸像。你是你搞的鬼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还行，你是在线。魂王，快制服他呀！只要你能制服这个祸害，我帮你找你要找的。我要找的人已经找到了。你干嘛赖上我啦？我可没钱养他。我送你回家。我自己会走。吧嗒吧嗒的，小奶豆看到魂王掉眼泪，他手足无措了。看到他哭，怎么感觉这么难受？好了，送。我想跟着你。不要。哦。大块头蹲下来，还故意蹲在太阳下。好吧，我可以收留你，但素，我要找个容器把你装起来。你3天后来找我。魂王的眼睛噌的亮了，还幼稚的跟小奶豆拉勾勾。找容器的第一日，这可把小奶豆忙晕了。白天起得比大公鸡早，迷迷糊糊的跑去上课。吃完晌午饭，又急匆匆跑去找容器。找到下午上课，累得他趴在桌上呼呼大睡。挨夫子好一顿训斥。我不上学了。你不上学要干什么？去捡垃圾吗？去要饭吗？去当乞丐吗？对，我去捡垃圾，我去要饭，我去当乞丐。捡垃圾当乞丐也是要有知识的，像你这种大字不识的，
当乞丐都得被骗，估摸连丐帮大门都进不去，得被人欺负死。你欺人太甚，你瞧不起小人，你给我等着！稳了，这把激将法稳了。陆呱呱这次必定会痛定思痛，下定决心好好上学。我这就去捡垃圾，当乞丐给你看看，我肯定能当丐帮帮主。大字不识就会吹牛，又懒又馋。你要是能当丐帮帮主，我就去要饭。小奶豆鼓着腮帮子，丢下一句走着瞧，便噔噔回家了。我用激将法是为了激他上学呀，不是为了激他要饭去呀。小姐，行行好吧。小姐，行行好吧，行行好。我不是大小姐，我是小乞丐。依我看呀，就是哪家重男轻女的缺德货，嫌多一张嘴就给撵出来了呗。也是个可怜的娃。早上他是被饿醒的，睁开眼就看见乞丐们慈爱地看着他。你饿了吧？我们去要饭，给你要一份，你就在这儿好好歇着啊，别乱跑。要饭？这不有饭吗？好多，好丰盛呢，吃啊！使不得，使不得！为啥？因为这是土地爷的贡品啊！我们虽是乞丐，但也知道神灵是不能得罪的呀。是啊是啊，我们还得祈求神灵保佑呢。可是你们祈求了那么久，他保佑你们了吗？乞丐们噎住。我看啊，你们还不如求我呢。好像知道这奶娃娃为何被家里撵出来了。可姐是犯了癔症啊。三哥，你醒醒，快看，有人不守规矩。这不是低级区的乞丐吗？今儿是胆儿肥了是吧？竟跑到咱们的地盘来要饭了，拖家带口来要饭。不用管，这些达官贵人们没一个食素的，等着踢到铁板吧。对，咱们三哥说的对，谁敢和咱们抢饭碗？小奶豆找小贩借了个锣，站在正中间梆梆的敲。谁呀？敢在大人面前喧哗？叫你们大人出来！原来是个小乞丐呀，我看你是活腻了，滚滚滚！这时小奶豆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，王兴国大人。这黑了吧唧的小人好熟悉啊。再细看，我操，这不是小祖宗吗？你咋在这儿啊？咋混成这样了啊？我跟夫子打赌呢，我去你家要饭，给饭吃吗？要什么饭啊？请你吃大餐。还有他呢。娃儿，你去吧，我们不饿。说着不饿，肚子却发出咕咕的声音。那我也不去了。哎呀，小祖宗啊，带上你的兄弟们来我家吃吧。来我家，来我家，我家饭好吃。这群狗东西们，咋还挖墙角呢？不急不急，都排队。今天去王大人家，明天去张大人家。高级区的乞丐们惊讶地看着走进朝臣家蹭饭的低级乞丐们，下巴都要掉地上了。过了1个多时辰，小奶豆带着乞丐兄弟们打着饱嗝出来了。小祖宗，可以这么叫您吗？客气客气，叫我瓜爷就好。
好，好，好，瓜爷，以前怎么没见着您？您在哪头混呢？你管我？不敢不敢。那个瓜爷啊，您想加入丐帮吗？我让您当副帮主好不好？相信有了您，我们丐帮能够走向巅峰。哼，你让我做副帮主啊？我口误，您是帮主，是我老大。那你举行个仪式吧。好嘞。要大家都能看到的那种。你们说，陆呱呱去了谁家吃饭？带了多少去的？吃的什么？朝臣们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迈步上前，说的那叫一个事无巨细啊。朝廷给你们发的俸禄是太少了吗？瞅瞅你们一个个吃的是什么猪食？自己吃猪食也就罢了，还拐带着朕的小祖宗吃猪食啊！为了招待他们，都把过年吃的规格拿出来了呀。来人，让御膳房全天做饭，往他们家里送，一定要把小祖宗还有他的那群乞丐兄弟们招待好了。皇上，草民有一事要说。呱呱的年纪小，性子单纯，胆子还小，出门在外难免会遇到一些坏人，或者是三教九流之人。除了让暗卫保护，草民也派出了我们帮里的兄弟们明里暗里的保护。毕竟草民可是三教九流的鼻祖。皇上听了嘴角直抽抽，但仔细一琢磨，这话也没毛病。准了，朕会叮嘱朕的那些暗卫不要伤害你们，暂时嘛，当个自己人吧。皇上摸着下巴看向苏家人，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吗？说？还说啥呀？吃喝住行保卫啥的都被人包圆了，就说个谢吧。大家静一静啊！我丐帮发展了几百年了，今日终于迎来了丐帮之王。这丐帮之王，智慧、聪明、机智、潇洒，能力强，相信有了他，会带我们走向辉煌。下面有请我们花见花开，车见车爆胎的新任丐帮帮主瓜爷闪亮登场。话落，那些朝臣们、达官贵人们，还有江湖龙爷的兄弟们纷纷鼓掌。我是新任丐帮帮主陆呱呱，我有一个愿望，以后带大硕的百姓们全都走进丐帮。小奶豆四处看着，在人群里发现了夫子。我说我会当丐帮帮主，我做到了，你输了。以后还请帮主多多指教。小奶豆傲娇地哼了一声，哼！皇上忽然昏迷不醒，他在昏过去之前屏着气叫你的名字，你快去看看。小奶豆的小胖手搭在皇上的脉搏上，他也忘了自己啥时候有这牛逼的功能了，能根据魂脉看一个人的一切众生。啊哈！我看到了什么？这么劲爆的吗？哎呀呀！皇上伯伯这是躺着也中枪啊！皇上的老祖和韩祖的老祖在阴曹地府是邻居。这韩族的老祖是一个大美人，整天勾搭大硕的老祖。刚开始大硕的老祖还挺坚定不移的，可是啦，大硕老祖在阴曹地府常年孤孤单单的，慢慢的也抵不过韩族老祖的嘘寒问暖和美人计攻击，一来二去的，两人就勾搭到一起去了。这韩族人本来就是懂各种咒术啊什么的，然后就用咒术迷住了大硕老祖的心智，大硕老祖就听了韩族老祖的话，然后呢，大硕老祖宗就入了皇上伯伯的梦，跟皇上伯伯招手，让皇上伯伯跟他下去享福去。唉，
皇上伯伯也爱，就同意了。皇上被老祖宗勾魂了，老祖宗恋爱脑，老祖宗跟韩族老祖宗搞对象，被指使了。狗东西，都被灭亡了，还敢搞事情？就是，还敢用美人计，那咋整啊？我超厉害，我来，我跟他们唠唠。等一下。你咋来了？哼，来救你这个蠢蛋。你为啥跟他走？都说梦中遇见老祖宗昭示着江山繁荣，这不要跟老祖宗逛一逛，聊一聊。你要逛去哪儿啊？再逛就把你的江山逛没了。你不知道你老祖宗要带你去哪儿吗？这不是一处桃花源吗？哼，这老坏蛋是给自己子孙用了幻觉剂呀！小奶豆用灵气让皇上清醒。老祖宗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您老为什么带我来这儿？他和韩族老祖宗搞对象，被忽悠了，要把你拉进地狱，祸害你的江山。什么？老祖宗，你怎么能这样做？大叔的江山可是您亲手打出来的，你怎么能？我没有，韩儿是不会这样害我的。他都说了，他奈我，他这么做是为了大硕江山好，才让我把皇上带下来的。难怪大硕老祖宗进地府这么多年了，连个小官官都没混上，整天在地府打零工。你跟我走，我要让你心服口服。他用灵气在地上画了个圈圈，对皇上道：你呀，在圈圈里不要动。哦，你说你的韩儿爱你呀？对，奈我，老奈我了。一会儿别尖叫啊！死鬼，我都忽悠大硕那傻缺把他的子孙拽下来了，看我表现这么好，你给我什么奖励啊？给我生个小鬼儿做奖励好不好啊？你们两个狗男女竟敢一起算计我，我杀了你们！狗东西，我可是掌管地府宿舍的社长，而且还是地府的小官儿，跟我们对着干，信不信我让你魂飞魄散？你敢？你还有没有地府法了？信不信我告诉阎王？阎王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以为阎王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呀？你能叫来阎王，我就魂飞魄散给你看，不然就从我的胯下钻过来。叫阎王来很难吗？你不是魂，你也不是人，你是什么东西啊？身上的灵气好浓郁呀！你说要叫阎王来？好啊，我也想见见他。小奶豆自然反应的闪出了灵力播音器，一圈一圈的传到了阎罗王的耳朵里。拉帮结伙，欺凌弱小，欺凌白西风，打入18层地狱。啊！阎王，这么小，这么可爱呢？你认识我啊？我是认识你啊，你对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。小奶豆眨眨眼，使劲的瞅，恍然的啊了一声。啊！你想起来了是不是？哼，我当人参精化做人的时候，一下子被雷给劈死了，是不是你干的？这是给自己挖了个大坑啊！不是我。那是谁？你对我这个惩罚满意吗？你方才说
我如果叫来阎王，你就要自己撒谎。我没说过。我不喜欢撒谎的人哦，我帮你。小肉手对着他魂魄一晃，惨叫只响了一瞬，他的魂魄便瞬间烟消云散了。韩族老祖吓哆嗦了，下意识去看阎王，发现这货正宠溺的笑呢。阎王走后，死鬼，人家最爱你了，人家跟那货只是逢场作戏了。滚滚滚！在小奶豆的注视下，大寿老祖跟皇上认了错。唉，老祖啊，你说我不孝我也认了。从现在起，朕不会给你烧那么多金银珠宝了。听说地府可以打小时工，你自己慢慢赚钱，慢慢反思吧。你不怕我不保佑你了？我可是你祖宗。不，你不是，他才是。闭眼躺着的皇上慢慢睁开眼睛。小祖宗，要不是你及时出现，我大硕马上被那个恋爱脑老祖给祸害了呀！哎呀，不客气，千恩万谢，不如打笔巨款。皇上摸摸胡须，翻过身，把国库钥匙从蟹库里掏了出来，塞给小奶豆。从现在起，国库归你了，随你调配。朕认你当大硕老祖宗，好不好啊？好吧。话落，只见陆呱呱和皇上之间产生了一缕脉络。大树上方出现了一枚别具一格的地祖星。为保皇上魂魄稳定，小奶豆守了皇上一夜。小左，朕经过这把事，想明白了一件事，朕要改变经营江山的策略。咋改？小左，有恋爱脑的老祖做靶子了，朕决定不能和老祖一样，女子是祸水啊，不能整天的在女子堆里混。朕要抛弃温香软玉，谁有用，朕才会重视谁。干什么？想做朕的龙椅吗？皇上啊，臣等不敢呐，臣等是为了躲着张大人呐。啊？躲着他干什么？张大人不是陆明轩的亲家吗？在2个月前，张大人的女儿和陆明轩的儿子陆松峰定亲了。最近张大人和陆家接触频繁，接着我们发现呢，但凡和张大人接触频繁的人，都会特别的倒霉呀。是啊，皇上，方才微臣就是蹭了一下张大人的衣裳，结果微臣就把腿摔瘸了呀，现在走路10尺一8尺一的呀。皇上，昨儿个微臣去张大人家吃了一顿饭，这嘴就烂了呀。怎么会这样？陆明勋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力？莫不是故意招邪了？不行，朕已经发誓做了一个好皇上了，此事绝不会坐视不理。来人，把陆明勋给朕叫过来。当他一脚踏入金銮殿时，忽然金銮殿殿前的地忽然裂了个巨大的口子，靠近陆明轩的人通通倒在了地上。朝臣们都状告你，挨了你的人便会霉运缠身。朕本来不信，现在信。皇上，陆明轩霉运连连，也连累身边的人倒霉，请皇上做主，退了我女儿和她儿子的亲事啊。哼，退亲？除非证明我儿犯了大错，否则这就是不公平的要求。我看呐，该不会是张大人的女儿嫌贫爱富，给自己找好了下家吧？若是这样，只能说明你女儿水性杨花，你敢承认吗？张大人怎会说女儿水性杨花？他气得胡须都直飞飞。我倒要看看陆松峰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魅力，能忽悠那么多女子跟他。朕也想看看。哦吼，原来陆松峰用秦古冲酿了一种酒，哪个女的喝了这酒，都会对陆松峰爱得走火入魔。
一口啊，看对眼啊；喝2口啊，拉小手啊；喝3口啊，跟我走啊；喝4口啊，这样吧，让陆松风和张兰梅见个面，俩人面谈。朕呢，当个中间人，看看他们感情如何。他们的感情若是好，婚事不变；若是其中有一个人出现了差池，或是人品败劣，朕便做主解了这亲事。好，微草民全听皇上的吩咐。梅儿啊，我怎么看你都看不够，真想早早的把你娶回家，这样只要一睁眼就能看到你。那你娶我嘛，你知道的，我很乐意嫁你的。梅梅，我也想娶你，可我现在的情况，我被奸人陷害。不要说伤害我的话，钱我有，我给你，我还会让我爹爹给你开个武馆。夫人，陆松风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啊，你好像是白大人家的千金，你为什么对我的未婚夫这么凶啊？你说什么玩意儿？你未婚夫？谁说的？他说的？放屁！他是我未婚夫，说好3个月后成亲的。松风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我陆松风，你这个乌龟王八蛋，白眼了！你不是说要娶我的吗？你不是说要和我看雪、看星星、看花花的吗？你现在却和别人看雪、看星星、看花花。苏家小女儿，你怎么会和陆松风有关系？这话应该是我问你们才对。峰峰是我的，他说过要娶我的，他说最喜欢我的眼泪。陆松风，你敢欺骗老娘的感情，老娘干死你！说，这怎么回事？是不是这几个小妖精勾搭你？快给我说清楚！你们先回去好不好？我一个个的解释。我现在胸口好疼，要去医馆。难道你们忍心看我痛死吗？这几个千金果然沉默了。呱呱牌咬豆，专治恋爱脑，一吃一个不吱声。陆呱呱，我不认识你啊！你少给我拿耗子多管闲事。啊？你不认识我，还知道我的名字啊？我是皇上派来的正义大使，解救万千少女。那皇上在那边看你们哦，不吃药丸抗旨，要杀头。几个千金吓坏了，谁敢跟皇上对着干？一口闷了解药。啊，我怎么感觉我的脑子清醒了呢？梅梅，是我呀，我是你的松风啊！啊，你怎么长这么丑？你的脸上长的是什么？蛆吗？好恶心啊！啊，恶心？你不是最爱我了吗？你还说我长得英俊潇洒。我呸！你英俊，你潇洒，你个满脸青春疙瘩痘的癞蛤蟆！白白，我的心肝，你最爱我了对吗？你说我的声音特别好听，我给你唱歌。我呸！你刷牙没刷牙？一股子臭泔水吧！一想到我对着你这张嘴那么久，小乖乖，哥哥给你擦眼泪。擦你妹呀！你个大骗子，丑八怪！你们是不是喝了他做的酒？对呀，小祖宗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他的酒加了让你们迷恋他的东西，喝一口，公主都能变美男子哦。小奶豆掏出一瓶酒，迈着小短腿儿，哒哒哒朝陆松风走去。你喜欢喝酒，那喝个够。
不要！陆松风说话间，已经被迫吞咽了许多的酒。3、2、1，来啦！远处跑进的是一头长着满身黑刺的黑母猪。咦，好丑！乖乖美人，让哥哥亲亲，好美的美人啊！我的脸，扎死我了！呸！这酒果然有问题，幸亏呱呱小组给了咱们解药，不然非得被他啃得渣都不剩。就是骗我们的感情，还说要娶我们，连娶我们的日子都错开定好了，不就是榨干一个人的价值踹开，再去榨另一个人呗？花了我那么多钱，非要让我爹给要回来。对，不能便宜了这王八羔子。咱们也是受害者，方才差点因为这王八羔子坏了女子间的情分，咱啊可别学娇妻那一套，为了个贱男人伤了感情。走，姐姐我请你们吃饭去，顺便数落数落这渣丑男的行径。儿啊，风儿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扶摇姑娘，翻车了！果然是有其父必有其子，你儿竟敢把4个千金耍得团团转！告诉你们，这口气我们必须出，只要我们在大蜀京城，便没有你们的容身之处。朕今日宽和，你们可以进去随便搜，看看还能搜到陆家什么犯错的证据。哎，别进别进！陆菲儿拦，但拦能拦住吗？搜家的朝臣们抱着满满登登的东西出来了，往地上一丢，众人歪头看去。论头发该怎么长出来？男子总是逼不起来怎么办？嚯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陆家一落千丈之后，是想剃度出家了吗？他们有一晚要抓我祭祀，然后被天打雷劈了，收光头了。跟在后面匆匆而来的苏锦轩正好听到这句。畜生！够了，我拿他祭祀是因为他是灾星，自从他出生，陆家频频出事，他不是灾星又是什么？你们最好离他远点，免得倒霉。哼，自打我女儿出生，我不但认清了你这个畜生的真面目，还寻回了2个儿子，娘家蒸蒸日上，伤害我的婆家遭了报应。呱呱不是灾星，而是福星。苏小姐，此言不虚。自打呱呱出生，朕朝廷上的奸臣少了不少，也规避了许多危险，朕的江山更加繁荣富强了。他就是我大硕的福星。帮我女儿摆脱了渣男，是我家的福星啊。就是。其中一个朝臣的重点不在这儿。你该不会是不举了吧？看在曾经同是朝臣的份上，我可以给你介绍个名医呀。治不好的。有情况了，竖着耳朵听。坏爹吃了有软，欺负不了女孩子啦，也生不了孩子啦。你个小畜生，是你给我下了药，是你害了我，我要杀了你！我没有害你呀，我听坏爹爹说要找好多女子生娃娃，这样就能挟持很多家族啦。坏爹爹还说要生好多娃娃，娶好多女子，想要气死我娘亲。我不忍心让好多姨姨们被害，也不想娘亲生气，我这是在牺牲坏爹爹小我，保护大我啊！我这个崽崽难道不是棒呆了吗？而且你都可以给我娘亲下药，我为啥不能给你下药？做人就是要你来我往嘛，对吧？你们都知道了？哼，我的身体越来越好，状态越来越好，都是我女儿的功劳。你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，其实在我们眼里就是个跳梁小丑。皇上，他们给我下药，求皇上严惩。这行为实在卑劣。陆家九族
统统打入苦寒寺修缮寺庙，9981日之后赐死。什么？凭什么惩罚我？他们呢？哼，你错在先，也好意思攀咬别人。暗卫的出现压住了陆家人，他们怎么哭嚎，怎么求饶都没用。娘亲，嫂嫂给你报仇了，高兴吗？娘更希望你过得快乐，而不是被这些破事缠身。我快乐哇，这些也不是破事呀。我的快乐就是喜欢搞事情，打坏人。我不喜欢平平淡淡的人生，怎么刺激怎么来。哦耶！皇上，哎呦，你让奴才好找啊！这宫里出了事儿啊，嫔妃们在后宫打起来了呀！什么？打起来了？皇后呢？也不管管？这6宫之主是怎么当的？皇后领头打的。走，快走啊！皇上病了，谁都没进去市集，一个个的要多蠢有多蠢。看，皇上现在痴心了吧？已经许久不见我们了。皇后娘娘，你这话有意思呀。平时不是总说我们是狐妹子勾搭皇上吗？怎的现在这么大方了？就是啊，皇后娘娘6宫之主厉害得很，怎么还没兴趣呢？一个个的都是大家闺秀，朕的嫔妃，吵来吵去的像个泼妇，成何体统？哇，这是巧妃吗？我来看看，长了一张巧嘴，死的都能给说成活的。哎呀，这张嘴用在后宫白瞎了呀，应该处理朝臣呢，百姓们之间的矛盾，就像现在的居委会主任似的。而且啊，再升华，没准能和敌国谈判呢。话本子里，这巧妃在大硕为难时候，还因为这张巧嘴让皇上伯伯多活了几天呢。皇上听得嘴角抽搐，他后宫的妃子这么能吗？巧妃娘娘逻辑感强，有理有据，简直是人才啊，在后宫真是屈才了。那咋办？林夕对皇上做了个请的动作，俩人离老远叽叽咕咕地说着小秘密。有什么是我不能听的吗？哼，我再也不要和你们好了。我们俩怎能瞒着你呢？我俩是先商量完了再告诉你，让你做决定。在我们那边，只有下属商量完了，才敢把最终的计划告诉领导。要不翻来覆去的折腾领导，岂不是不把领导放在眼里？也对。搬弄是非，伶牙俐齿，打入冷宫。皇上，嫔妾只是一时嘴快，多说了几句，也不至于被打入冷宫啊。皇上，巧妃就是嘴欠了些，没有坏心，请皇上饶了巧妃吧。皇上若生气，便掌她的嘴，让她抄抄经书也行啊。打入冷宫实在是太严重了。行了，既然都给你求情，朕倒是可以饶你一命，只是你得完成朕给你的任务，不然这冷宫是非进不可的。皇上尽管说，嫔妾必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不需要你赴汤蹈火，听闻近日去衙门报官处理琐事的人太多了，让知县头都大了还处理不好，朕会在衙门设立一个居委会，就任你为居委会主任了，主要负责调解百姓、街坊邻居们之间的矛盾。你不是皇上让嫔妾当什么会主任，也就是当官？挺爽快的人啰嗦什么？朕没弄错，你就一句话，干不干吧？嫔妾干。皇上，怎的只让巧妃妹妹当官，
那我们呢？就凭着这张巧嘴？是啊，早知道我平日里多跟巧妃吵架，把这嘴练出来。前些日子，朕便跟你们说过了，朕的后宫不再养闲人了。从现在起，你们要积极找到自己的价值和本事，给朕瞧瞧。李主任啊，要好好干啊！皇上放心，爹爹，我已经决定了。说完便跑开了。决定了啥？学堂有个出去云游游学的名单，我不赞同他去，他非要去。家里才出了事，他娘又……哎，我这个当爹的担心他呀。哦。苏北言见小外甥女兴致缺缺的，也没有提让她规劝的想法。苏兆峰走的那日，陆呱呱没有露面。你表哥临走之前还想看看你呢，你去哪儿了？我遛狗去啦，马上就要见面了，小建成表哥急什么呀？女儿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出去云游的共有3批人，前些个日子已经送出去2批了，还剩下最后1批。报名人的名单我已列好。夫子，为啥没有我啊？因为你太小，鞋经常穿反，衣裳扣子经常系窜，和夜奶听说还尿床，你去云什么游？哄堂大笑响在学堂上方。哼，不许笑，谁笑我揍谁！我要生气了。你生气能怎么样？难不成还能让我们尿裤子？哼哼，你们现在就会尿裤子啦。呵呵，你以为你是说什么都成真的小巫女吗？等等，什么声音？什么味道？哇，都好几岁了还尿裤子，丢丢丢！最后1批云游的名单已经准备好，后日便可出。怎么有陆呱呱？我前天看还没有他的名字呢，我拒绝了他的自荐啊！唉，拒绝有什么用？这祖宗想干的事，谁能拒绝得了？那皇上要不要出面？哼，朕的话在他面前就是放屁。唉，罢了罢了，翅膀硬了，随他吧，多安排几个暗卫跟着吧。哎呀，娘亲，夫子他老糊涂了，搞错了一件事，云游名册不小心把我的名字写上去啦。夫子都老了，也不能挨板子。仔仔我是个善良的仔仔，不忍心看到夫子受惩罚，就主动背过了。所以，我要去云游了。那你要注意安全，带上竹林和肉包，豆包就先别带了，除了吃睡撒野，也没什么别的作用了。谁没用了？本狗子拉的狗屎可是天下第一臭。等一下，这怎么回事？大人，我家老爷子死了，但我家穷，没有银子买棺材，办一场体面的葬礼，正好用破草盖子卷起了，起个山头埋了。烦请大人行行好，放我们东西，也让我家老爷子早日安息啊！守城的城卫心软了，犹豫了一下下。龙爷的手下忽然递出去一个银子。哇！第一次见到这么傻的坏人，有银子贿赂城守，没银子给老爷子埋葬，城守信他们才怪呢。龙爷的铺盖卷快压不住了，气得他手爪子都没控制住，顺着铺盖卷耷拉下来了。有点熟悉。等等，我们检查一下。叔叔，放着我啦！你们不是说他死了吗？蛙哥哥，把人埋了吧。多谢你啊，不过埋人的话，我们自己来吧。你有事就去忙吧。我没事呀，
我看着你们拿也学学。不愧是龙爷认的干闺女啊，想学的东西还真是同别人不一样啊。我你们不麻是因为死的人有毛病，躺着的人听好了，你要是再不起来，我再也不认你了。才说完，只见牛车上的人像是诈尸了般，噌的窜了起来。我近日认识了一些朋友，他们是来自天下各个地方的名厨，就没有不会做的。干爹感觉你不太喜欢是吧？那算了，我送他们回去。不，有朋自远方来，咋能撵人家走呢？不知道的还以为咱没礼貌呢。哦呦喂，天杀的小贩呐！一串冰糖葫芦你卖5两银子呀？你咋不去抢呢？啊，5两银子一串的冰糖葫芦，得多好吃啊！我要去尝尝。小奶豆跑过去，来5串尝尝，不好吃我打你哦。不卖了。哎，好熟悉的声音啊，眼睛也熟悉，好黑的脸呐，看不出来。我收摊了。他好像你哥呀。啊，小哥？妹，我是你亲哥。你们这样跟着我太危险了，干爹爹送他们回家。不行，不行也得行，不听话我就跑了。肉包跑得快，你们追不上。龙爷他们丧丧的。我的意思是，送我到了云游学堂，再各回各家。他们垮着丧皮脸，如盛开的花一般。嗨，他们好幼稚啊，还要我一个小孩哄。谁让都是我的家人呢？有啥办法？冲着呗。到了报道处，陆呱呱听着眼前的人干巴巴的念着规则。第一，为避免攀比，不许穿自己的衣裳，要穿学堂统一发的衣裳。第二，为避免攀比，不许吃外面的东西，要吃学堂统一做的饭菜。第三，为统一管理，不许住在外面的宅子，要住学堂统一分的学舍。第四，学堂都是小孩子，你带着他们上课会吓到你的同学的。我们学堂有专门存放动物的地方，我带他们去住宿。我能去看看吗？走吧，这就是动物们住的地方，自由宽广，舒适清凉。哇，好棒！我放心了。奶豆子又跟着登记的人去了学舍。是不是没想到我也在这里？陆呱呱不说话。去虎寒寺的路上，看押我们的人说，我们之间如果有人立功劳了，便会提一个关于自己的要求。这样的机会我怎么会放过呢？在路上，我们遇到了一匹恶疾的狼，我呢，把陆老太太给推了出去，让她当狼的食物了。反正这个老不死的跟着我们，总是哭哭啼啼的，还抢我们的东西。他死了，我们也省心。狼吃着老不死的时，我们逃跑了。于是呢，我立了个大功劳，我提出要来这儿上学。他等着欣赏陆呱呱惊讶的神色，却不想他面无表情地收拾好了床铺。他气得不得了，递给学舍其他2个学童一个眼色。扔掉！喜欢扔东西？好呀，我满足你们。陆呱呱动作超快地把他们的被子卷了起来，顺着高高的窗子丢了下去。安静啦！我的被子，我的枕头。趁这个空隙，陆呱呱跑出去看肉包和豆包。你在干什么呀？我让他们吃饭，你回去睡觉，明天要上早课。你准备的食物还是自己留着吃吧。这人啊啊啊的叫着，很快便口吐白沫了。
你还不知道吧？你的表妹陆呱呱也来这儿上学了。只要你呀，把她带到我们的天堂，我们呢，可以让你舒舒服服的活下去。毕竟我们都是寒族的后代。什么？呱呱也来了？他在哪儿？不许伤害他，我也不会害他的，你们想都别想。没想到你这么维护这个小贱人，给他一些教训，把他另一条腿也弄瘸，看他还怎么下场。完犊子了，这回成残废了。住手！没想到你还怪聪明的，竟然自己找到了你表哥。不过你找到这儿来就是自寻死路。妹啊，他们就是恶魔，这个云游学堂都是寒族的人，这些学子也是寒族的后代，而且格外听林云凤的。苏兆峰，我们是寒族的后代，难道你不是吗？哼，你也是。你妹妹呀，看着没什么，没准嫌弃你呢。快走，我也是讨厌的寒族人。你走吗？你要是走，看在我们是同父异母姐妹份上呢，放过你。你也别打扰我们跟苏兆峰玩游戏。如果不走呢？如果不走，你就要加入我们，完成我们的任务。你和你表哥才能离开，不然你可是要做我们的奴隶的。小奶豆字典里就没有怕字，最不怕别人威胁他了。好，你够狠！云游学堂可都是我的人，今天我宣布休幕，跟我们走吧。陆呱呱，不用你猖狂，现在我就给你看看我们韩族喜欢玩的游戏，开始吧。只见两个男子先是对着肩膀撞了撞，其中一个留胡须的强壮男子忽然按倒了瘦弱的男子，接着强壮男子伸手抠住瘦弱男子的眼珠子，硬生生地挖了出来，还用脚踩了一下。哦，原来这就是画本子里的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当灯泡踩。我学到了。学到了？你学到什么了？不许学这些坏的东西。不学就不学，怪恶心的。林云凤见他没有被吓到，心中升起一股挫败感。我还有更好玩的呢。他又推开暗门，里面绑着好多小孩子。听说最近京城出了个案子，就是丢了好多的孩子。这不是最打紧的，最打紧的是，听说这个案子是你舅舅苏北岩负责的。你和苏兆峰，一个是苏北岩的外甥女，一个是苏北岩的儿子。嘿，你们跟我们在犯罪现场，如果被皇上知道，被朝廷知道了，苏家一定完蛋了吧？尤其苏兆峰还是韩族的后代，皇上的疑心那么重，不多想才怪呢。呱呱，都怪我，是我的身份不干净，才让他们有可乘之机去害爹爹他们。咱们和他们搅和在一起，真的完了。妹妹，我害苦了你。陆呱呱拿了块糕点堵在了表哥的嘴里。你吃点东西吧，吃点东西就堵住这张嘴了，叭叭叭的，太讨人厌了。谁说搅和在一起就和他们同流合污啦？不是同流合污还能是什么？你呀，用韩族后代这个身份来骗取他们的信任，然后我也潜入进来，把坏人一网打尽。你好天真啊！我们有一群人，而且还有人质在手，
就凭你们2个小兔崽子，还想把我们一网打尽呢？每个人质身上都绑着一根引线，现在只要点燃，他们就会死翘翘了。你要试试吗？你敢吗？你以为我不敢？你要记住，这些人命都是因为你们有的。林云凤一个眼色，便有人上去点燃了火系。什么味？什么声音？快看！循声看去，只见一个黑灰白相间的、长得像神经病的狗子，正翘起一条腿，把尿洒在了正燃烧的引线上。快，把这只蠢狗抓起来！我要宰了吃！忽然，地动山摇。怎么回事？难道地动了？正纳闷呢，只见整个墙体都裂开了，刺眼睛，是阳光进来了。爹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速度好快呀！是骑着千里马来的吗？我们根本没走，就怕你出事。见肉包他俩出来了，便准备救你了。陆呱呱咧嘴笑，林云凤被按在地上，却没有恐慌的神色，还用阴森森的眼神看着苏兆峰，发出诡异的微笑。舅舅，我们帮你破案了。表哥，你儿子厉害的嘛，要不是他，咋知道有这么多坏人？苏兆峰紧张的直吞口水，自打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，便不敢直视父亲和苏家，他怕被嫌弃，这才出来云游的。是厉害的。苏兆峰差点想哭出来，从日出走到深夜，方才在车上就觉得心里麻酥酥的，总想下去找什么。苏兆峰自言自语的，从小树林那边解完手，苏兆峰鬼使神差的朝龙车走去。风哥哥，我等你很久啦，你终于来啦！你受苦了，我来救你了。他想起来，爹怕揣着钥匙硌坏了坐他怀里的陆呱呱，便把钥匙给他了。想见我要听话哦，要随叫随到。好。出发前，检查一下那群人有没有异常。爹爹，我去检查，也该让我为爹爹分担一些事情了。苏北岩欣慰的点点头。过了会儿，苏兆峰走了过来。爹，没有异常。好，出发。表哥看着好心虚呀，是做了什么心虚的事情了吗？难道妹妹知道我放走了小可爱云凤？怎么办？难道说我表哥尿完尿没洗手，就给我寄吃的啦？呱呱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吃坏什么东西了？哎呦，闺女啊，怎么了呀？是不是吃坏了呀？他尿尿不洗手，就给我吃的。他想毒死我。都说这养不教父之过，你是不是喜欢撒完尿不洗手就吃东西啊？难怪嘴这么臭呢。我洗不洗手我清楚，但你每顿饭是不是吃了粪便，我就不清楚了。你们别吵了！你没事尿什么尿？没有水洗手就不能憋着点儿？受埋汰了碰什么糕点呢？真是。苏兆峰都无语了，他好像不该活着。爹和舅舅好像打情骂俏的小两口啊。什么小两口，恶心死了。马车咕噜了一夜，终于到了大硕京城。为避免夜长梦多，苏北岩先把韩族的龙车送到了大理寺。他拿着名单一个个点名，一个个的对照。念到林云凤的时候，明显能听出来声音和林云凤不一样。林云凤呢？林云凤不见了，这让苏北岩挫败又震怒。询问谁发现了异常，谁放走了林云凤，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明白。苏大人，没有可疑的人靠近啊。是啊，人都关在龙车里，
锁子也没有被破坏的痕迹啊，这邪了门了。有什么邪门的呀？钥匙在谁那，谁就可以呗。脏，钥匙忘在脏。不，可恶，忘还给老爹了。小奶豆只用小眼神瞥他。他身上有小老鼠的味道，难道和小老鼠有一腿？儿子不会真的干了蠢事吧？让我来看看我表哥怎么了。哎呦，我就说我表哥不能那么蠢呢，原来是被小老鼠贴了符了。这符可厉害了，被贴着人满心满脑子都是这个人，会为这个人办事。唉，看来我表哥这是中招了呀。哎呦，外甥女儿啊，你说话能不能别一句一句的蹦啊，心脏受不了啊。今天晚上看看小老鼠会不会搞事情。舅舅，我可以住你家吗？住舅舅家是今晚离吃瓜最近的一次。好，舅舅让厨娘给你做些好吃的，给我准备一壶女儿红，要烫好的。哦对了，把我的房间安排在呱呱的旁边，守着他我也会安心一些。苏北岩咬牙告诉自己要淡定，看在外甥女的份上放敌人一马。夜深人静，月黑风高，龙爷的房门被人悄悄推开了。谁？我？你干嘛呀你？我能干嘛呀？还能干你呀？哎，你离我远点啊！真恶心你！俩人悄悄地敞开一条门缝，俩脑袋叠在一起。哎，你听，是不是呱呱那房间有动静了呀？好像是啊，估计是赵峰那边有动静了。那跟吗？再磨叽，黄花菜都凉了。寂静的大马路上，苏兆峰如一抹幽魂，慢腾腾地朝前方走去。小奶豆跟在后面，跟着忽然停下来，左右看看没人，又挠了挠痒痒的屁屁，结果后背被猛撞了一下。谁？是我们。你们咋出来了？嘘，小点声，别被赵峰发现。我们觉得呀，赵峰有点问题，神情心虚，便一直盯着他的动静呢。这不，听到有动静就赶紧出来了。不怕，他听不到，耳朵坏了。小老鼠给他用了符，他谁的声音都听不进去了，满脑子都是小老鼠的声音。你们跟着我，要听话，不许捣乱。好。还想着我自己出门呢，没想到带了2个拖油瓶。拖油瓶1号龙爷无语了，拖油瓶2号苏北岩也无语了。跟着，天越来越黑，路越来越难走，人不见了。完了，人跟丢了。没有呀，肉包闻到了表哥哥的味道，跟着肉包往前走就好了呀。仨人继续走，走着发现了一点点亮光了。小奶豆走了几步，发现后面没人了，回头一看，俩人你推搡我，我推搡你，想让对方先走。你们胆子好小啊！才不是啊，我们胆子很大的，我们只是在谦让。这什么味儿啊？好呛啊！是烧骨头、烧人的味道。什么？竟有人在这里犯罪？进去看看。进去之后并没有看见苏兆峰的身影，豆包趴在肉包身上呜汪汪的叫着，害怕的夹紧尾巴。你说我表哥在里头？好吧，我看看。我上去把风儿整下来。他见地上有个凳子，脚踩了上去，才伸出手往上摸去。一条青黑色的癞蛤蟆花纹的大蟒蛇猛地朝苏北岩窜了下来。完了，要被毒死了。忽然脚下失衡了，凳子被踹倒，苏北岩摔在地上。我正愁找不到梯子嘞，你就当我的梯子吧。蟒蛇的眼神凶猛，吐着信子威胁他。你的舌头咋还劈叉了呢？一会儿
我帮你缝上。蟒蛇更激动了。哎呀，你那么激动干什么？不用谢我，你当我梯子，我帮你缝舌头。蟒蛇还想动，却发现这胖娃娃身上强力在死死地压制着它。要乖！小手抓住蛇身，跟攀岩似的往上爬，嘿咻嘿咻，终于爬上去了。表哥哥，你醒醒！怎么叫都不醒。我们先下去吧。苏兆峰的头顶有一个牌位，牌位前有一个带豁口的碗，碗里有鲜血。是眼咒。眼咒禁锢的是人的灵魂，下眼咒的人会永远禁锢使唤这个灵魂，让这个灵魂生不如死。这里是小老鼠和表哥的味道，看来小老鼠是想夺取表哥的灵魂，把表哥的灵魂杀死，然后再让自己的灵魂钻进表哥的身体里。这样小老鼠就可以代替表哥了，它可以混入苏家做坏事啦。小奶豆抓起苏兆峰的腿，跟抖东西似的抖啊抖的。他看到一个符箓掉了出来。这是哪儿啊？当他看清眼前的棺材满地焚烧的尸骨时，眼皮一翻，又晕了过去。小老鼠躲着不出来，陆呱呱有法子，他把牌位上的红布撇了，上头刻着苏兆峰的名字，他用石头一点点磨掉，然后跑到尸骨跟前，他的眼睛能看出尸骨生前的名字。李翠花，就你了。小老鼠啊，你的魂不是喜欢往别人身上钻吗？我把牌位的名字变成李翠花的名字，以后你就是一个白骨了。不要！啊，晚了！林云凤的身体直挺挺地倒了下去，魂魄飘到了白色骷髅身上。快把烧饼给我，我要饿死了。我女儿云凤可是大师亲生的天之娇女，现在已经掌控整个云游学院了。陆呱呱或是苏兆峰，还是说别人，全都被我的云凤掌控了。云凤可是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种，自然是会听我的。你们爷俩还不在我面前跪地俯首，把吃的喝的送上来，还等菜呢。忍一忍，儿子，等云凤成功了，我们的日子也就熬出头了。哒哒哒的马蹄声响起。谁是陆明轩？陆菲儿啊？我是。这是你女儿林云凤的骨灰。你说什么？这是谁的骨灰？林云凤的，不是你女儿吗？她在云游书院的夫子等人的身上用了咒术，还绑架了朝廷世家的千金公子们，种种行为都是重罪。朝廷特派人绞杀了林云凤。绞杀？谁杀的？你不用说，我就知道，一定是陆呱呱这个小贱人。官差拧拧眉，转身走了。蠢货，你不是说你是什么精吗？你不是说你是天之娇女呢？计划失败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林云凤的死对陆明轩、陆松风来说没有任何的伤心，他们现在没有亲情，只想有食物和自由。饿，实在是太饿了。俩人互相对视一眼，决定了一件事。娘，别为妹妹的死难过了，你一天没吃东西了，我带你去吃点东西吧。陆菲儿心动了，她才不伤心呢。之所以低落，是不敢面对陆家父子。算你孝顺，这是哪里？你不是带我来找食物的。哼，你才是他们的食物呀，娘。从昏暗中伸出好多男人脏兮兮的粗糙的手，狠狠地把人拽了进去。紧接着是衣裳撕碎的声音，陆菲儿的叫骂声变成了求饶声，慢慢的失去了声音。下一刻，一些食物顺着山洞丢了出来。陆明轩、陆松风两人疯了似的把食物捞进怀里，
有人说饥饿的野兽最恐怖，不，你错了，饥饿到极致的人类最恐怖。深夜，一个破破烂烂的女子尸体被丢了出来，路菲尔的双腿已经分家了，看样子像是扯断的，脖子也是歪歪扭扭的，身上的衣裳成了碎片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一副死不瞑目的样子。无人理他，无人收尸。而另一边，找不到，我的公主，我死了。去找陆呱呱，把他的魂魄夺过来，我便会给你之魂，我便会让你家公主的魂魄苏醒过来。陆呱呱，性别女，性格吴超超，爱好吃，兴趣找吃的。九莉沉默了，这人好像有点蠢，没啥大的优点，不过只要能救活他们家公主就行。算命，不准不但不要钱，还送天下各色美食。不准给吃的。对啊，这位小孩，我喜欢云游天下，喜欢搜罗天下各色的美食。你看看，这是襄阳的啊，这是云州的，这是潮南的，啊，这是……介绍着，九莉忽然觉得手背上湿漉漉的，一瞅，亲娘了，这娃馋成啥样啊？都流哈喇子了。你算吧。你的生辰八字。奶豆子含着口水说了出来。我可以把这些好吃的给你，你愿意把你的一样东西借给我用一下吗？什么东东啊？你的魂，愿意借我吗？我可以把这些好吃的都给你啊。哦哈，这是要借我的魂给别人之魂呢。嘿，好啊，真好啊，很久没有遇到这么刺激的事情了。好啊，什么时候要啊？咱俩约个时间吧。那就今夜子时。那就今夜子时吧。啊，就这么容易的吗？不敢置信啊！果然啊，亚美长齐的小孩就是好骗。我来了。真是个守信用的小孩。那我们开始吧。他把树魂瓶掏出来。待会儿我叫你，你敢答应吗？你不叫我，我都答应。你想要魂魄？对。好啊，我给你，你选选，买1送2，买3送5。我清仓大甩卖了我。九莉正猛呢。你们排队让他选呀。谁排队啊？阴风掀起了他稀疏的发帘，抬起头，眼珠子近乎瞪出来，都忘了尖叫了。这都是什么？不要管！你为啥不要？你不是说想要魂魄吗？我给你找来了许多魂魄，你可以选呀。这个怎么样？边说边演示，把这魂的眼珠子拽下来，在手心里拍来拍去，当蹴鞠拍。好玩吗？九莉惊恐，僵硬的摇摇头。这个呢，可以骑着他的肠子玩，还可以2个人玩跳皮筋，小皮球，叫皮，马莲开花21，28256，28257。歌谣还没唱完呢，九莉嗷的一声，疯癫的跑了。这人咋疯疯癫癫的呢？好心好意给他介绍魂魄，还吓唬我！哎呀娘呀，吓死仔仔了！哼，以后真不能做好事。哎呦喂，小祖宗啊，你去哪儿了？皇上招你入宫呢，说今儿个呀来了个贵客。不去。
啊？那皇上和西陵的厨子给你准备的美食怎么办呢？那就撤了吧。锄头日日舞，农民做饭苦。我是吃饭最乖的崽子，从不掉饭粒，从不挑食。皇上，敢问阶下是谁这般胆大妄为，不知礼数？在我西陵可是不允许这般大声喧哗的。皇上，难道不严惩吗？这也是对我们西陵人的不礼貌。哦，我就说听着耳熟呢，原来你是西巴烂人呐！你不要过来啊！你不是要惩罚我吗？我不礼貌？你打听打听，我怎么不礼貌啦？我是最有礼貌、最孝顺的崽子，不信你问我夫子。是呢，陆呱呱是最礼貌的孩子了。哦，你们认识？敢问皇上，这是您的公主吗？不，朕哪配有这么好的女儿啊？她呀，是朕的小祖宗。他说东，朕不敢往西的小祖宗。难不成皇上也被陆呱呱甩鬼杖子吓过？皇上他来干什么呀？算命吗？他来是为了帮助他西陵的公主寻找亲生母亲。是这样的，当年我们西陵皇上受到大寿皇上相邀，来到大寿游玩，在一个湖畔船只上遇到了一个采莲的女子，二人在船上共度了几天几夜的美好光景，于是便有了感情。后来我西陵皇上有事返回西陵，给了这采莲女一枚玉佩，让她3个月后去找她。但是我西陵皇上一直没有等到采莲女，反而等来了采莲女9岁的女儿。这女子问，这题我会。她是不是问你们西陵的皇上还记不记得那年大明湖畔的采莲女？你怎么知道？你管？这不，我们的公主西西长到13岁后想念母亲，求了皇上出来寻母，还望皇上帮忙寻找，我西陵定千恩万谢。拿啥谢呀？别画大饼啊！礼物已经备好，乃是用千年驱邪木做的驱邪葫芦。此驱邪葫芦水淹不坏，火烧不坏，只要随身携带，方圆百里的邪祟皆不敢靠近。真的吗？我不信，除非让我试试。是，尽管是。那要是试坏了呢？你这个要是破玩意儿呢？坏了，你们尽管对我们西陵提要求。小奶豆开心的拍手。工人先是拿了一盆水，小奶豆往地上一坐，把葫芦往水里按。这要是寻常的木头，早就被水浸透了，这个的确没什么反应。小奶豆撇撇嘴，又端来了一个烛台。这小破火苗子还想烧了我西陵的宝贝。走。娘的，我毛啊！那牛叉带闪电的千年葫芦烧起来了。啥破玩意儿啊，比农村的柴火还好烧呢。我西陵的葫芦啊！你稀巴烂的葫芦都成稀巴烂了，你有什么好哭的哇？先回去歇歇了，公主还在等着。公主？人呢？听闻这公主身体不好，暂见不了人。他家公主的魂丢了，不对，是魂碎了，需要织魂。这么快就把魂织好了，一定有猫腻。有什么猫腻呢？苏大人，助西陵公主寻生母这事便交给你了。舅舅的事，她身为外甥女，肯定忍不住帮忙。交给素云战，就是交给小祖宗嘛。你回来了，大寿的人如何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只能说
他说的水土，把陆呱呱那孩子养得太好了。他们有说帮忙找到我的母亲吗？只要把画像修复好便可以了。公主之魂之后，好像变了个人。经历了九死一生，如果还像以前一样，岂不是傻？也是啊，谁说人要一成不变呢？呱呱小姐，他谁？这便是我西陵的公主，宁西西。我咋感觉你眼熟呢？我不认识你。小奶豆觉得他急于撇清的样子更有嫌疑了。哎呦，呱呱小祖宗，皇上找，二位也在呀，那一起吧。那幅画像也出来了。画师呢？把画像拿出来吧。修复得非常好。娘，你娘？我瞅瞅，让我瞅瞅。九莉把画像面向陆呱呱。这不是我娘吗？我娘咋成你娘了？你不许掐我娘！啊？什么？你说这是你娘？我不信，我要去你家看看。小奶豆拍了下脑门子，这才意识到太激动了，吐露出不该说的了。肉包，走，回家，快的！风风火火到了家，管家还没来得及跟奶豆子打招呼呢，就见自家小小姐砰地关上门，又把挂在墙上的横栓锁头拿了下来，把门一反锁。小小姐，这是……我跟你们说，谁敲门都不许开，不许进。管家伯伯，你来守正，谁敲门让他报上名来，我同意才让进。好。没等小奶豆喘口气呢，就听到大门响了。谁？叫什么？几岁了？从哪来？要去哪？来我家啥事？妹妹，是大哥。大哥？你说是我大哥就是我大哥啊？我不信。你有什么证据吗？呱呱，你昨晚吃晚饭时顺走了3个鸡腿、2个肘子，还有1个鸡蛋。吃完的残羹还丢到了豆包的窝里。你怎么确定是我做的？你不要冤枉我，豆包他也嘴馋。妹妹啊，豆包才出了满月，牙都没长齐呢，能把骨头啃那么干净？哎呀，疏忽了，下次应该往肉包身上泼脏水。我可以进来了吗？可以，但是你不能从门进，翻墙进来吧。翻墙进来的行之就挺纳闷的。出事了，门都封了。娘要被人抢走了。谁要被抢走了？娘亲吗？被谁抢走了？哼，不理你了。呱呱，为什么不理娘亲呢？娘亲做错什么了？可以告诉娘亲吗？难道误会娘亲啦？娘亲在外面没有私生女，那是咋回事啊？私生女？母亲有私生女？绝无可能！呱呱不想和娘亲天下第一好了吗？呱呱不喜欢娘亲了吗？真的要误会娘亲吗？娘亲的心好疼啊！娘亲心不疼，再呼呼。使劲呼了2下，小奶豆的大眼睛雾蒙蒙的，小嘴变成了小鸭子。我在皇宫遇到西巴浪国的公主，她说你是她的娘亲，娘是我的，娘可不认识什么公主，这是必定有误会。我会去向舅舅打听清楚的。大哥翻墙出去，又翻墙回来。娘亲，舅舅说画像上的女子和你很像，准确的来说是一模一样。这件事我和舅舅我们会彻查的。苏家人怀揣着心事睡了一夜，早上便被敲门声惊醒了。你们来干什么？不请自来，没礼貌！对。呱呱姑娘，
公主想见见你娘亲。不许！呱呱，让他们进来吧，咱们正大光明，堂堂正正，也让他们知道找错人了。小奶豆听娘话开了门，但还是不许进，只让站在门槛外。你和画像上的人一模一样，你就是我的娘亲啊，为什么不认我呢？你认了我，可是有很多好处的，我是西陵的公主，身份尊贵，做我的娘亲不比他们这群凡人的娘亲要好啊。公主是个有礼貌、善良又善解人意的姑娘，何时变得这么刻薄了？我不管你是公主还是公鸭，在我心里没有人能比得上我这3个孩子重要。西陵公主，我不是你的娘亲，你认错人了。苏锦轩牵着小奶豆进门，砰地关上了门。公主，你回去，我自己走走。好吧，公主，你可别迷路了。你的魂魄在这具身体里寄居得非常好，你拥有了这具身体，便拥有了荣华富贵，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利。等我会安排时机，让你和这具身体的母亲见面。到时就是苏家的灾难。你娘那个蠢货死了，希望你不要和你娘一样蠢，把握好这个机会啊！哼，我和那个蠢货可不一样。娘亲，听说那个烤鸭店要排好长好长的队才能排到，这么多人排队，你猜为什么？一定老好吃了。呱呱累吗？要不咱们先回家，明儿个早点来。不累呀。你可是不累。排了好久好久，终于排到了，才要张嘴咬上一口，啊，手上忽然一空，烤鸭没了，被一个乞丐抢走了。我的个亲娘啊，我的烤鸭呀，金黄金黄的烤鸭啊，我一口都没吃。他气不过，撸着袖子去追那乞丐，才要抓住乞丐的袖子。陆呱呱，你干什么欺负一个乞丐呀？他抢我烤鸭。不就抢了一个烤鸭吗？至于吗？你这么有钱再去买一个啊？这个烤鸭送给乞丐吃不行吗？人家可是天天饿肚子，你能不能善良点？你善良？你把它带回家？哼，带就带。乞丐一抬头，你怎么长得那么像？你是谁？阿乖，有个长得和我一样的鬼。这儿说话不方便，我们先找个地方吧。就去隐居楼吧。你个西陵人，怎么知道这个地方？我怎么不能知道？隐居楼只有贵客知道，你一次没来过不会知道。他家没有牌匾。我在这儿有个好朋友，自然是我好朋友告诉我的。二舅舅，西陵公主在我们这儿有好朋友，我觉得她好朋友是奸细。我会向皇上说明的。不用，我是皇上的代理人，现在开始盯着西西公主和她的好朋友。行，小代理人。他们去了间寻常的茶楼。说说你自己，家是在哪儿的？爹娘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娟子，我爹娘到底是谁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从小被卖来卖去的，最后卖给一个农户当媳妇儿。农户嫌我生不出孩子，
喝完酒打我，他喝多了，一头扎进水井里死了。我被他们村当成了丧门星，给撵了出来。我啥也不会，只好出来要饭了。咦，喝茶茶。故意倒歪了。烫死我了！娟子下意识地伸出手来回吹着，厌恶在眼底一闪而过。哈哈，被我看到了吧？身世那么可怜，还要饭，手白白嫩嫩，一点茧子都没有，留的指甲还那么漂亮，一看就是个大骗子。我以前被人烫过，所以怕了。咦，别怕。小奶豆贴心地趴在桌上，用手帕使劲给娟子擦眼泪。不姑姑，这力道大的差点把娟子的皮蹭掉。这死孩伢子怎么那么大劲儿？好奇怪，我还以为这骗子的脸是人皮面具呢，竟然是真的。难道真的跟我娘亲有关系？你我长得一模一样，定有故事。我会让我父亲母亲过来，问问他们往事。娟子内心狂喜，终于走到这一步了。第二个全场消费由瓜小姐买单，我要清场。清场后，苏老爷子、苏老夫人匆匆赶来。这怎么会有这么像的人？你和锦儿简直就是双胞胎啊！把当初给我接生的稳婆找来。苏老爷、苏夫人，当初您怀的的确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呀。当时您在京城住得腻了，便去乡下散心，正好赶上夫人发动，这前后荒无人烟的，只好让夫人在我家生产。巧的是，我儿媳也在那天发动了。我看夫人生的是双胞胎女儿，我儿媳妇儿生的也是女儿，我就起了心思，把我孙女儿和你的一个双胞胎女儿调包了。我让我家老头子把那个双胞胎女儿卖了，可回来之后却发现我的孙女儿咽气了，我这才歇了调包的心思，把人埋了。可夫人，你的另一个女儿也找不到了，我只好把这个秘密藏了起来，给你家当牛做马的。孟青云气得脑子嗡嗡作响。哇，这个人好臭不要脸呢！怀了别人家女儿，卖了别人家女儿，还有脸说当牛做马，还有脸赖在别人家，哼，应该以死谢罪才是。来人，把人送到官府去。认亲环节来了，乞丐娟子对着苏家两口子好一顿痛哭，诉说着这些年的不容易。总而言之，目的只有一个，想进苏家。好孩子，这些年让你受苦了，我们会好好补偿你的。这就把人认家来了。外祖父外祖母这么草率吗？反正有崽在，外人休想伤害我们。这苏家人真是够蠢的，即便是他们的亲生女儿又怎么样？他们的信任也太容易获取了吧？你是那年大明湖畔的采莲女吗？你认识这个玉佩吗？认识，但是我的玉佩被人偷走了。请开始你的表演。我年轻貌美的时候，在西湖湖畔采莲子，遇到了风流倜傥的美男子。我给他剥莲子吃，就这样一来二去的对上眼了。后来我有孕了。你是我母妃啊，母妃！原来我的女儿长这么大了。公主，咱们皇上要来了。皇上？西陵皇上？
是啊，您的父皇要来，公主这是高兴坏了。看来皇上已经知道了咱们这边的情况，所以迫不及待要过来了。稀巴烂皇上要来。他伸脚脚踹了踹肉包，去打听打听。一日早上，你不是说稀巴烂皇上就在附近吗？哪个是吧？小孩，跟你打听个事儿。此树是我栽，此路是我开。要想问此路，留下买路钱。这人一看呢，就是从外城来的，在大朔呀，问谁的路都不该问陆呱呱的路啊。这货呀，养过拔毛。这小孩这么厉害，一定可以问到想问的。很大方的掏出一把银瓜子，哗啦啦放到小孩捧成小山窝窝的手心里。叔叔，你问。我是方圆百里有名的包打听，我啥都知道。小孩，你知道京城陆家吗？你找陆家干什么？具体叫啥呀？你找他家啥事呀？自然是有些实力的陆家，具体叫什么？你先说说，我听听，我看看咱俩说的能对上吗？那可老多了。要不我请你喝茶，我慢慢跟你说。西陵皇上没想到这个小孩这么胆大，这么自来熟。想了想也行，他可是一朝的皇上，忽悠个小孩套套话可是没什么问题的。你为啥找陆家？他家很厉害很凶，我们不该惹。我劝你不要找，做人要学会忍气吞声，要学会当一个窝囊废。窝囊废，忍气吞声，我的人生里就没有这词儿。小孩，我告诉你，我想动陆家，这大朔的皇上都不敢吱声。真的？你那么厉害？你那么厉害，咋还被陆家欺负了？丢，吹牛皮！我可没吹，被欺负的不是我，是我老祖宗。仇人来了，咋办？叔叔，你先喝着，我去试试。去吧，等你回来啊。稀巴烂皇上悠闲地嘬了口茶，杵着脸，手指在桌上有节奏地敲着。还不出来，该不会掉茅房去了吧？去找找吧。哎，没结账就想跑啊？想喝霸王茶？同我一起喝茶那小孩呢？走了。没交钱？没啊，说是你结账啊。不是啊，你一个大人也好意思让小孩子结账啊？有没有银子？没有我就曝光了啊。穿的溜光水花人模狗样的，没想到是个骗子，妈掐穷逼呀！稀巴烂皇上在内心劝慰自己，身在异乡不要多生事端。他憋屈着掏了银子，还多给了店小二一些银子。你知道同我一起吃饭那小孩子是谁吗？哎，不知道。哎，天天来那么多孩子，我哪认识啊？稀巴烂皇上就像喘气的黄牛似的，气呀！他只好掏出独属于西陵的暗号，联络女儿西西公主和九莉了。陆呱呱捧着自己圆滚滚的小肚子遛弯，正巧遇到了也在遛弯的西西。俩人刚要拌嘴说话呢，眼尖的西西忽然看到一只黑黝黝的大蜘蛛正朝他走来。你看，这蜘蛛好像是……专门来找你的这句话还没来得及说出来呢，人类幼崽便听到了来自西西假公主的尖叫声，以及踩爆黑蜘蛛的噗呲声。哦吼，好虎啊！公主，怎么了？你看呀，这有一只超大的蜘蛛缠着我，都快把我吓死了呢。幸亏我反应快，一脚踩死了它。九莉看向翘辫子的蜘蛛，你把它踩死了？你竟然把它踩死了！你干什么？吓着本公主了！你不认识她？你有病啊！我认识一只蜘蛛干什么？这他娘的是普通的蜘蛛吗？
这他娘的是你父皇的联络之珠啊，就跟信鸽一样。西西都懵住了。你不认识？你怎么会不认识？我自从制魂之后，我对以前的事记得不太清楚了。你是制魂，不是织了个脑子。公主，自己跟皇上解释去吧。看完热闹的小奶豆骑着肉包，心满意足地走开了。什么事儿这么高兴？又去小厨房偷吃到什么了？我又不是馋猫，天天想着吃。西陵公主竟然把她父皇联络她的宠物蜘蛛给踩死了。哎呀，这回她死定了。我看到那蜘蛛就觉得不是普通的蜘蛛，她虽然不认识，不过也正常嘛，谁让这西陵公主是个假的呢？嘿嘿，看看她什么时候被戳穿。假的？刚才听见九莉和西西假公主去找西巴勒皇上，我也得跟去听听。要万一……不，肯定会说我坏话的。苏锦轩听了女儿的话，沉默了。原以为闺女只喜欢捡吃捡喝，没想到还喜欢捡骂。父皇，儿臣做错了一件事。儿臣自从制魂之后，脑子变得不清楚了，然后儿臣一时没看清，不小心踩死了父皇的蜘蛛。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废物东西？你能干啥？你说说，你还能干啥？父皇让儿臣干什么都行，儿臣愿为父皇赴汤蹈火。那就帮我找2个人吧，找到了饶你一命。一个是陆家的人，把京城所有有头有脸的陆家都给我找出来。第2个，给我找一个小孩，那小孩长得很好看，很胖，很白，头发挺多的。是不是还牵着个虎？虎上做了条狗。对，他是谁？敢骗我一个堂堂皇上？他叫陆呱呱，在大朔京城很受宠。陆？你说他姓陆？难道是他杀了我老祖宗？我真是糊涂了，一个牙没长齐的小东西还能干出这惊天大事。他姓陆，便从他家人入手吧。父皇是不是找错人了？他姓陆的家人犯了重罪，被大朔的皇帝发配到了苦寒寺了。一定是他家，一定。明日我要去拜访苏家，我要和那个陶丹耍我的小屁孩好好的聊一聊。是你呀？你咋来我家了？那天你咋走了？我回去找了你好几圈呢，不告而别，你没有礼貌。行啊，先泼脏水这一波666啊。算了，看你老掉牙的份上，我不怪你，但是你要赔钱。那天为了等你找你，我走坏了2双鞋。你折现赔我10两银子就好了。然后因为你，我都没有去上学，父子留的作业都没来得及写呢。你给我写作业。我不打死你就不错了，还给你写作业。说，你是不是知道你爹干的坏事？不然我就……你舅爷来了。你姓陆是吧？你的家人……不许你欺负我爹爹，不然我就打你。果真用他爹拿捏他是正确的选择。父皇，你不要听这小孩的，他满嘴谎言，他和他爹的关系根本就不好，更别提维护他爹了。他这是故意让父皇针对他爹啊！希儿怎么会那么了解？对呀，你咋知道？难道你是大硕人？
难道你不是西巴兰公主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在大硕待了也有一段时间了，自然听说过一些风声。啥风声？我孝顺、乐于助人，还热情，老多了。你们去打听打听。西陵皇上也不傻，下午便扮成大硕百姓的样子出去打听了。陆呱呱呀，那可是一个孝顺的孩子，他爹出事那日，拿着菊花10粒相送呢，哭的那叫一个伤心呢。他爹出什么事了？这个嘛，我们外人哪知道啊。回了酒楼，才上了3层他住的楼梯拐角处。那时候我劝我爹爹不要干那种坏事，他偏不听。现在完蛋了，西巴兰皇上找上门了。幸亏皇上伯伯把爹爹发配出去了，假如露馅了，就撒谎说我爹死了。嘿嘿，我真是孝顺聪明的崽崽。